曹若曦作为一父子，从小被母亲和哥哥们宠爱着长大，自小和同村魏大牛定了亲，眼瞅这俩人就要结婚了，结果魏大牛爱上了来村里下乡的知青赵美云。曹若曦，你好样的！赵美云要是出了什么事，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你想让他出事儿，还得让他尽快躺下，不然这2年干旱，河边都干得快见底了。再过段时间等河干没了，想出事儿都办不到了。曹若曦，我知道你不想退婚，不过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跟你说清楚，我心里只有赵美云，这辈子就算娶猪娶狗也不会娶你这种恶毒的女人。好，祝你们猪狗一窝早日成婚。曹若曦，你不要太嚣张，今天你把赵美云推下河的事绝对没完，我身为大队长，一定要把你这种毒瘤清出大杨村。曹家小闺女，你也别太过分了，都把人家赵知青推进水里了，还说话那么难听，你这样嘴巴毒，小心以后嫁不出去。是啊，曹家小闺女，你和赵知青道个歉，反正现在人也没啥事，赵知青也不会和你计较。不是我推的。可他这话根本没人信，刚才往这边赶的人都看见2人拉拉扯扯，紧接着赵知青身子一仰掉进水里，魏大牛自然也不相信。不是你推的，是谁推的？当时就你们2个在河边，所有人都看见你推赵美云下河。曹若曦，都到了这种时候你还在抵赖，难道你想说是赵美云自己跳下去，冤枉你？赵美云，你自己说呢？是不是我把你推下去的呢？不是曹若曦推的我，真的不是他，你们不要误会他，都是我不好，我不该和魏大哥走得太近，是我让他误会了。说着就委屈巴巴地看了魏大牛一眼。大牛哥，我不想再让曹若曦继续误会下去了，你们2个好好在一起，我以后离你远远的，曹若曦就不会再误会我了。赵美云这小婊子，明明承认了不是我推的，还说些模棱两可多余的话往我身上引。他这么说完了，谁会觉得不是我推的他呢？赵美云就是个低级绿茶。果不其然，村民们和魏大牛听了他的话，一个个都觉得曹若曦太过分，不能再包庇了，纷纷谴责曹若曦。曹家小姑娘啊，你这也太恶毒了，把人家好端端的知青霍霍成这样，还逼他包庇你，这做人不能丧良心呐。生产队里面怎么能有你家这样的人，简直给整个村子丢人。你再这么下去，村子里可是真的容不下你了。谁说容不下我闺女？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老太太，她身后跟着3男3女，飞奔而来到了魏大牛身边，驾轻就熟的腿一软，跪在了地上，开始嚎啕大喊：哎呦我的妈呀，天老爷呀，这日子可是过不下去了。赵知青想搞破鞋，天天往别人姑娘的男人怀里钻，还冤枉我家姑娘推他下水，想坏了我家姑娘的名声，好趁虚上位。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不活了。娘，你可不能想不开呀，你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呢？要不我帮你把这些坏人打死，您可别想不开呀。娘没事儿，大队不公平，咱们就去别的地方找上面人管。我就不相信这年头还有人破坏别人婚姻，还能干干净净的过活。娘，你要是想不开，我们全家都跟您去了，这大洋大队容不下我们曹家呀。魏大牛脸色就和吃了苍蝇一样难看，想说点什么，却被赵美云拉住了。大牛哥忍一时风平浪静，别为了我让这些胡搅蛮缠的人缠上，我不想因为我让你受委屈。话落，他一脸隐忍地看向曹家的几个人，屈辱地咬牙道：今天都是我的不对，你们不要为难大牛哥。婶子，您别胡搅蛮缠，今天所有人都看见了是曹若曦把人推进了水里，他想抵赖也抵赖不了，我和曹若曦真的不合适，今天回去我就让我娘去你家，把咱们2家的婚给退了，我不能再允许曹若曦欺负赵美云。曹母一听这事儿，顿时气不打一处来，要不是若曦非要嫁的，他们曹家人早就让这2人好看了。你这没良心的白眼狼！当年你爹上山打猎遇见野猪，是我家若曦他爹用命换来你爹的命，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说退婚？我怎么就没见过你这么忘恩负义的人呢？合着你这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儿？曹母话说完，抓着魏大牛就开始暴打，一边打一边喊：我打死你这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你还我男人命来！我们家若曦命苦啊，从出生到现在连他爹的样子都没看到啊！你把我家若曦的爹还给他，我们立刻就退婚。你们不要为了这事伤了和气，都是我不对，真的不是曹若曦推的我，你们别吵了，今天这事儿就算了。魏大牛见到心爱的人为了大局这么委曲求全，怎么还有理智在？火气噌的一下就上来了。婶子，一码归一码，人死不能复生，曹叔的命我没办法还给他，可我也没办法容忍曹若曦这种女人和我结婚，我不喜欢她。今天这事既然赵美云说算了就算了，不过我不希望再有下回。2个人之间发生的事儿，他说算了就算了，他算了，
我还没算了呢。曹若曦，你想干什么？你觉得我想干嘛？赵美云，你是怎么陷害我的？你自己说出来，还是需要我扇你几个耳光，让你清醒清醒？赵美云现在简直要疯，刚才她陷害曹若曦，现在曹若曦得到机会，指不定怎么报复她呢。曹若曦，有什么话好好说。我承认，刚刚真的是我自己跳河里的，不是你推的，我错了，我不应该诬陷你，我从来就没想过和你抢魏大哥。赵美云她不知道，曹若曦现在重生了，早就换了性子，根本就不关心她和魏大牛到底怎么样，在众人目光下，直接甩了赵美云几巴掌。曹若曦，你真的不要太过分了。看见没？这就是诬陷我的下场。赵美云她想方设法陷害我，就说是我推的，看不起谁呢？幺妹，打得好。大队长，你有婚约在身，还上赶着来救别的有婚约在身的姑娘，真是不检点呐！村民们瞬间觉得魏大牛一个有婚约在身的男人，为了一个有婚约的姑娘出头，不是不检点是什么呢？还大队长呢？魏大牛，从现在开始就解除我们两个的婚约吧，不是因为你移情别恋，而是因为我曹若曦看不上你这种眼瞎心眼瞎、左右摇摆、举棋不定、自私自利的懦弱男人。曹若曦根本不给他反驳的机会，继续道：我爹的死没有办法让你爹把命赔给我爹，这件事儿咱们先不论，欠我们家的粮食咱们两家断了，你就应该立刻还上，别做一个吃钱未婚妻加软饭的男人，让人瞧不起。大队长，人得要脸，你说对不对？好，曹若曦，退婚可是你说的，村里这么多人听着呢，你以后再反悔也没有用。我长得像狗吗？怎么会对一些烟渣的玩意儿情有独钟？围观的人根本不给魏大牛面子，全都捂嘴大笑。魏大牛再留下去，他绝对会被曹家这群极品给气死。魏大牛和赵美云灰溜溜的走了。曹家院外，妹妹，你想开就好了，你别担心，要是气不过，我明天就去村委会闹，让所有人都知道魏大牛那个狗娘养的是个搞破鞋的。啥时候他不干这个大队长，我啥时候了事儿，绝对不能让咱家小妹白白受欺负了。大哥明天去闹，咱今天晚上也不能让魏大牛那臭小子消停。今晚上二哥把这对狗男女揍一顿，叫他们敢欺负我们家小妹，一定要让全村的人都知道，我们家小妹谁都不能惹。二哥打架带上我，我最厉害了。不愧是我们曹家的男人，有出息。曹若曦看着几个哥哥为自己打抱不平，虽然知道他们打抱不平的人是原主，可现在感受到这一切的是他自己，这让曹若曦心里依旧暖暖的。曹大宝见到自家奶奶回来，比看见亲爹亲妈曹大哥和曹大嫂还近，一脸渴望的看着王大妮。奶，我们饿了，咱啥时候吃饭呢？再过半个小时我就去做饭，都等一等。大妞、大宝，你们两个一会儿上山上去找一找，看看还有没有野菜能挖回来，咱晚上也能下到粥里。奶，那山上早让人薅秃了，连树上的叶子都让人薅光了，现在上哪去找野菜去啊？那就再等等吧，看看今年的救济粮能不能发下来。都先回去躺着吧，别乱动，不动弹就不饿。几个孩子悻悻地回了自家，家里一共4间房，3个儿子带着媳妇和孩子，一人一间，自然是他和未出嫁的女儿一间房。曹若曦重生以后，想试一下空间能不能连上，就开始用自己的意念沟通空间。让他欣喜的是，空间沟通上了。这时曹大妞走了过来。大妞，我想上山摘点野菜，你带我去，这饼干就是你的了。曹大妞见到那块饼干直咽口水，但他知道，要是他敢抢他小姑姑的吃的，他爹都能把他打得屁股开花。小姑，你吃吧，我不爱吃饼干。现在山上没啥野菜，去了也是白去。我没上过山，拿这块饼干给你做报酬，你带我去。我不会告诉你奶和你爹娘，你去不去？不去，我就去找大宝了。小姑，你真不会告诉奶和我爹娘吗？不告诉，走吧，带我上山。走到门口时，他一本正经的回头，有些怯怯的对曹若曦说：小姑，快走吧，一会儿太阳下山了，再上山就太危险了。曹若曦和大妞刚走，曹大嫂就从墙角里走了出来，跟做贼似的回到自己那屋。曹家大房屋内，刚才我看见你小妹给大妞东西了，我要没看错的话，那应该是饼干，肯定是娘偷偷给小妹的。这大妞也太不懂事了，她怎么能要小姑的东西呢？简直太不像话了。一会儿我一定要跟老二好好说说，让他管管自家孩子，别总和他小姑抢东西。他小姑身体不好，不知道啊。曹大嫂听他这话，狠狠地翻了个白眼。和他们老曹家的男人接触，那可真是费劲。哎，你说咱家怎么就不能好好过日子呢？大妞都多大了，还和他小姑抢吃的，太不长进了。等一会儿你和大宝说一声，叫他绝对不能管他小姑要东西，让他有点出息，听到了吗？
我听到了个屁！人家都是小子当个宝，就你们老曹家把闺女当宝。行，先睡吧，下午吃完饭了再去说。再说曹若曦这边进到山里，打了几头野猪，还救了江立明。兵哥哥，你没事了吧？你怎么知道我是当兵的？你浑身的气质一看就是当兵的吧？你看看村里那帮下地里干活干得多的人，全都一个个的勾勾巴巴的，基本没有几个不弯腰驼背的人，难道这差别还不大吗？此时就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高声的呼喊声：“曹若曦，江立明，你们在哪儿？”“我们在这儿。”村里人听到他们的声音，快速的走了过来，为首的就是曹母。“若曦，你有没有哪里受伤？”“娘，我没事儿，你看那都是我打的，厉害吧？今晚上咱家有肉吃了，几个小的也不用挨饿了。”“这些野猪全都是你打死的吗？”“对，都是我打死的。不信的话，娘可以问他。对了，娘，他们不会抢咱家的野猪吧？”大家以为这些野猪是江立明打死的，毕竟江立明虽然是退伍军人，有的还向江立明求证。得到江立明的肯定以后，众人一片哗然。“我看他们谁敢抢咱们家的东西？那可是我闺女用命换来的，谁要是敢跟我闺女抢，我就跟他拼命。”“王大娘，话可不是这么说的。这山是公家的山，这东西也都是公家的东西，这弄下来的吃的，大家分理所当然的。你们家可不能独吞呐！”“七狗子，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们一个个的大老爷们，还净想占一个小姑娘的便宜，丢不丢人呐？你们，我都替你们骚得慌。”村长见两方马上要吵起来了，连忙上前和稀泥。“王婶子，这些野猪确实是孩子打的不容易，我们大家都感念他的好。可是这山确实是公家的，毕竟是公共财产嘛。要是真一点都不分，这以后对你家小闺女的名声也不好，不是吗？王婶子，您说是不是？”“村长，你可不能因为我们家孩子他爹死得早，就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啊！村长，你做人可不能这么干，你身为一村之长，可得处事公平。”村长不想正面对上这个老太太，村长直接看向江立明。“李明啊，这事儿你怎么看？你可是子弟兵出身，上面的政策你都懂，要不你给王婶子讲讲。”满村子里谁不知道曹家人不能惹？江立明不傻，这种锅他自然不能背。山里打下来的东西自然是属于公家的，不过一般情况下而言，东西上缴之后，公家会给予一定的补偿或者是一定的奖赏。那这样，既然这里一共6只野猪都是李明和曹家小闺女打的，那就你们2个一人1只，其他的归公家，你们看怎么样？”江立明也答应了。曹母不情不愿，纠结了好半天，才耷拉着一张脸答应下来。大家也下山回到了村口。“你这好好的，怎么往这么深的山里走了呢？你看这多危险啊！你娘年纪都那么大了，你要是真出点什么事儿，可叫她怎么办？”赵美云说：“知青点没有吃的，我就想着弄点野物给她打打牙祭。虽然知道这么做不好，可我见不得她哭。我一个人对付不了那么多野猪，还好有曹家妹子帮忙，不然我怕是要折在山上。”江立明说完，大家都沉默了。估计江立明因为上山打猎，还不知道自己未婚妻掉进河里，魏大牛就上来的是吗？那可是肌肤之亲。你那未婚妻现在怎么回事？大家都看得出苗头。找个时间让你娘去把婚事退了吧，早晚的事。在村长看来，赵美云就是嫌弃江立明退伍回来的，这才想要找下家甩了他。两人黄了是早晚的事。这门亲事是我姥姥和赵美云的奶奶定下的，在赵美云犯下错误之前，我就有责任保护她。她现在正是从城市到村子里不适应的时候，我不可能这个时候抛弃她。旁边曹若曦很快就理出了来龙去脉，他俩分别作为被出轨对象，好像还算挺有缘分。魏大牛和赵美云那对狗男女，一个有未婚夫，一个有未婚妻，到底是怎么凑到一块儿去的？江家院内，李明，你对赵美云怎么看？真的非她不娶吗？兴许以后能碰到更好的呢。倒也没有非她不可，只是这是老爷给我定下的亲事，老爷现在没了，他又是正好下乡艰苦的时候，咱们就找他去退婚，总归显得凉薄了些。赵美云顶着他未婚妻的名头，又想占他们家米粮的便宜，即便那女人没有和魏大牛搞3搞4，他也会找机会把两人的婚约解除。曹家那闺女救了你，要是以后她有什么要帮忙的，咱得给人家搭把手，可不能做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娘，你放心，这救命之恩我一定会还。所以你和赵知青的事要怎么办？娘要是不喜欢赵美云的话，儿子明天就和她去提退亲。母子两人正唠着嗑，就听到有人在外面叫唤：“江大哥在吗？”“哪位？”“大娘是我，赵美云。我听说江大哥受伤了，过来看看他身体怎么样了。”江母心思通透，一听那声音就知道赵美云根本没有关心他儿子，出于礼貌，只能出来迎一下。“美云你来了。”“听说江大哥受伤了，我身为未婚妻，怎么都要看一眼。
不然我怎么能放心的下？正好我弄了些野菜给江大哥补补身子。江母她看了那小筐里面几根破菜叶子，心里有些恼火。有谁送这种补身子的东西？这赵美云根本不是来看望他儿子的。江大哥，大夫怎么说？以后会不会有些什么隐患？在山上是你一个人打败的野猪群吗？还是有人救了你吗？大夫说没什么事，在山上碰巧碰到曹家小闺女，是她救了我。又是他？怎么会又是他？江大哥运气真好，以前大家都不知道曹若曦有那么大的力气，他也一直隐瞒着，还好他今天与我志气暴露了，不然也不会碰巧上山救了江大哥。江礼明听了他这强行想把救命之恩往自己身上揽，之后还要拉踩一下曹若曦的行为，在心里狠狠地唾弃了他一番。多谢赵美云，要不是今天你不小心掉在水里被大家误会，大队长为你出头激怒了曹若曦，我说不定还真捡不回来这一条命。谢谢你，赵美云。那江大哥你好好在家养伤，我有点不舒服就先回去了，等过2天我再来看你。赵美云话说完就急急忙忙走了。你既然不喜欢那丫头，照我看早点和她断了得了，反正总归不是你的。她今天又在队里坏了名声，即便你跟她提出退亲，也不会伤了你的名声。不行，老爷出事那会儿，他们家人没少帮老爷。这婚要是咱们退，别人难免说咱们忘恩负义。娘要是真不喜欢他，我想办法尽快把两家的亲事退了就是了。毕竟作为男人，即使对未婚妻再没有感情，也不会愿意看到未婚妻给自己戴绿帽子。这种情况下，要是不好好调理这两人，怎么对得起自己？大杨村村口外，大队长，听说这些野猪是你前未婚妻打来的，你就这么失去一个那么厉害的姑娘，你不后悔啊？其实他想说的是，这些野猪是你前未婚妻和你看上的姑娘现未婚夫一起打回来的，不知道你作何感想？我要娶的是能和我相依相守的女人，不是一个会打猎的猎户。我要是真想打什么东西，可以去村北头找周猎户。曹家众人因大口吃肉，大口喝凉水，都拉肚子。若曦想从空间里拿出点止泻药，怕他娘看得不好，所以接下来只能编一下故事忽悠一下他娘。娘，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就有老伙计给我托梦，他看到我现在日子过得这么苦，所以允许我在他的私库里拿些东西救济自己。所以说，娘，我现在有空间了，可以从老伙计那里给咱家拿东西了。曹母向来宠自己的小闺女，她说啥她就信啥。那可真好，我家若曦真厉害。为什么以前你受苦的时候，老伙计不帮衬你呢？这事儿可得弄明白了，别是因为老伙计有什么忌讳。曹若曦想都没想，直接甩过。肯定是魏大牛克我，我从出生起就跟他定亲，我老伙计一直都没帮着我，结果我一跟他解除婚约，老伙计立刻就给我托梦了。这不是他克我是什么？闺女，你说的这个结论娘认同。魏大牛刚出生没多久就差点死了爹，还克死了若曦你爹，可不就是克你吗？娘，这是老伙计给我治拉肚的特效药，吃完了咱们很快就好了。这么好的药可不能给我吃啊，一会儿娘把这药兑在水里，给你哥哥嫂子还有那群不省心的小家伙们分了，省着他们这些娇气人受不了这种苦。娘，你把这药吃了吧，老伙计这儿还有许多，一会儿等你缓过来点，再拿这个去给他们冲水喝。若曦，你能从老伙计那儿拿东西的事，先别跟你哥他们说，更别和外面那些人说。等娘想好了，要怎么糊弄你哥、你嫂子他们，咱们再和他们说。自家儿子他信得过，那几个媳妇可都是有自己娘家的，他不放心。曹家院内，王大姐，昨天你们家若曦救了我家李明，我今天是来上门道谢的。曹母想着江李明那小子是他给他闺女物色的下家，他娘也就是下家的娘，想让闺女过好日子，可不能挑战人家婆婆。大妹子，你客气啥呀？我们家若曦救你们家李明不是应该的吗？还用得着你这么感谢？王大姐，这次要是没有你们家小闺女，说不定我们家李明已经没了。若曦以后就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只要你能用得上的，尽管和我们说，我与李明必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用谢，我救他是因为认出来他是名军人，每个军人都应该被爱戴，就算不是他，换一个人我也会救他的。什么叫无论是谁你都救？就算你心地善良，可救了江家小子也是事实，为什么不接受他的致谢？若曦，你娘说的对，无论你是不是特意要救李明，从客观上来讲，你都是他的救命恩人，无论对他提出什么要求，都是应该的。婶子，我那天救完他以后，他还凶我，怀疑我，我不想和这样的人接触，这会让我感到好心烦。你怎么这么怂？你都救了人家，人家还对你忘恩负义了，你不是应该尽量在他身上找到补偿，让他什么都听你的，对你言听计从？
若曦，你娘说的对，你救了李明的命，他无论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婶子，你能帮李明做得了主吗？只要不是违法乱纪的事儿，无论你提出什么要求，都一点不过分。等李明养好了伤，我让他亲自来你这儿做保证。好，那婶子，以后江李明可就得听我的了，随叫随到，不能反驳那种。是我们家李明以后肯定把你当亲妹妹看待，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他。曹母总觉得有点不对，一辈子对他闺女好，不是应该娶他家闺女吗？怎么就当做亲妹妹看待了？这事情发展方向完全不对啊！魏大牛他把分到的肉换10斤谷子，上曹家来解除他和曹若曦这段糟心的婚姻。魏大牛，你来我家做什么？婶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之前曹若曦说我给你们家粮食，就跟我解除婚约，这事儿是假的吗？你别瞎说，这种事怎么可能作假？我可跟你说，我们家若曦现在已经看不上你了。还了我们家东西以后，两家各自安好，见了面都当作不认识吧。你可千万别再缠着我家若曦。婶子，咱们两家这亲是不是就算作废了？没关系了，赶紧滚蛋，别再让我看见你吃里扒外的白眼珠，我嫌恶心。呸！婶子，光您说了可不算吧？您也知道您那小闺女是什么脾气，要不你把她叫出来，让她给我写个保证书，也免得以后多生事端。他话这么一说，曹母一下子就不乐意了。我闺女就是因为她太善良了，才会要了你这个没人要的驴粪蛋。现在我闺女想开了，驴粪蛋就应该扔进粪坑，拿在手里捂再长的时间也不会变香，终究是一身臭气。我可告诉你，别再打我闺女的主意。想见我闺女，你不配。我呸！我不配吗？你去问问我们两个到底是谁不配谁。要不是我爹念着曹老根当年救他一命的恩情，我会和你那闺女定亲吗？不要欺负我们家仁义，就蹬鼻子上脸。你还瞧不起我了？那你那个对我死缠烂打的闺女又算什么？贱吗？死小子，敢骂我闺女，我跟你拼了！你才贱，你全家都贱，你他妈的祖宗18代都贱！曹母话说完，直接暴打魏大牛。曹若曦听到了，叫骂声，走了。魏大牛，你明明那么丑，却那么自信。娘，他既然要和我解决，我就和他去解决，省着以后他再怀着什么不好的心思痴心妄想。曹若曦，难道你还觉得我退婚以后会对你扒着不放不成？别太拿自己当回事了，赶紧给我写一个解除婚约以后再也不来缠着我的保证书，咱们两个的关系也就断了。我不想再看见你，多一眼都恶心。魏大牛现在心里烦得不行，他偷偷拿着家里分的肉换了谷子，拿到曹家退婚。回去以后还不知道要怎么跟他老娘交代呢。不用写那一纸文书，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能让全村人都深刻了解我以后再也不想看见你的决心。你想怎么证明？我倒要看看你有几分能耐。曹若曦，你长出息了啊，居然还学会了欲擒故纵。他话还没说完，曹若曦突然上前就对他一顿暴打，还故意往脸上打。明天出门，全村人都知道他俩闹掰了，都知道他被曹若曦打了。曹若曦，你别打了，不然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不，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全家。哦，大队长，你这是要公然的公报私仇。你信不信，你要是敢公报私仇，我就把你拖到墙角打死了，保管谁都不知道是我把你打死了的那种。曹若曦，我是上面委派的大队长，这村里比村长还大的官儿，你要再继续打我，我就去举报你。那你就去举报啊，到时候有人来查，我就说是你背信弃义，为了知青女同志抛弃订婚10多年的未婚妻，未婚妻因为未婚夫出轨而气不过，打背信弃义的未婚夫。你说这种事儿真的会有人管吗？闲得没事干了吗？这不就是明摆着说了，他要是想报，他就往他身上拖脏脂肪。这2年风向开始吹，要是曹若曦上去胡乱说一通，最后受难的可不就是他吗？这女人果然阴毒。你现在可以走了，现在大白天的，村子里那么多人，等你回到家以后，全村子的人都会知道你被我打了，这样让他们能看得到的决心，是不是比起保证书更能令你满意？说着又狠狠踢了一脚跪在地上一动不动的魏大牛。赶紧起来，别在我家门口碰瓷儿，能滚多远滚多远，别让我再看见你。说完也不等魏大牛反应，直接和曹母回屋了。江李明听说魏大牛来曹家找茬，第一时间就出家门，结果没等出手，就目睹曹若曦暴打魏大牛整个过程。曹母和曹若曦回到家，整个人都开心不已。若曦，你可真厉害，娘今天总算是扬眉吐气了，刚才差点气死我。早知道这个魏大牛是这样的人，上回就让你几个哥哥使劲打他了。别跟他一般见识了，以后井水不犯河水，再也碰不到他了。魏大牛毕竟是大队长，管着全村人的劳动分配，我们全家要真把他惹火了，
到时候分工肯定没有好活。行吧，就先饶了他，但他下回欺负你，你可得跟娘说，娘给你出气。有了今天这一顿揍，你觉得他以后还敢招惹我吗？想起魏大牛脸上的伤，曹母自己都觉得疼。魏大牛回到家，提前把那半竹篮子的肉放下，又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魏母从厨房走了出来，我的肉呢？谁把我家肉偷了？隔壁赵大婶听到魏母叫唤，就急急忙忙走了过来，一脸焦急地喊道：怎么的了？大牛他娘，你家出啥事儿了？另外一边的齐大婶向来看不上魏家，也跟着出来看热闹，一脸幸灾乐祸的道：大牛他娘，这大白天的喊啥呀？难不成招贼了啊？魏大牛此时也不好待在屋里，连忙出来看着娘到底发生什么。大牛，肉呢？我是看着人分完了给你，你才走的，现在怎么少了这么多？你不是拿去接济那个姓赵的了吧？娘，我没给赵美云，你误会赵美云了。现在这么多人，等一会儿咱俩进屋，我慢慢跟你说。有什么不能说的？他赵美云敢拿咱们家的救命粮，就别想要个好名声。今天我不去把这赵美云手里的肉要回来，再扒了他一层皮，老娘就不姓何。想着那毕竟是儿子给的，还是补充了句：别人给他，他就要，到底多大的脸呢？今天老娘就去教训教训他。魏大牛想起今天挨的打，脸上还有这么多淤青，他娘都未看他一眼，也都没问一声，语气愠怒的道：娘，不是赵美云，我把肉给了曹若曦了。魏大牛这话一出，魏母和围观的都懵了，谁都知道他讨厌曹若曦，怎么可能给曹若曦肉呢？你就算要包庇那个赵美云，也给老娘编出来一个可信度大点的谎，说你把肉给了曹若曦，你问问咱们大杨村的父老乡亲，有谁会信？你居然编这种谎话骗我！魏大牛，你长没长良心啊你？他得把这事说清楚，省着他娘去找赵美云麻烦，干脆也不隐瞒，直接说出真相。娘，你忘了那天曹若曦要和我退婚的事了吗？她说只要咱家把那10斤谷子还给他们家，就和我退婚。我就是拿那一部分肉去和那个女人退婚了。那可是一半的肉啊，你就拿出去讨好别的姑娘吗？而且你闹什么呢？那是全家人半个月的口粮。走，咱们去找他们家把肉要回来。他们老曹家怎么有脸拿？魏大牛他刚刚在曹家挨了一顿揍，浑身疼得厉害，现在只想好好回家休息，不想去曹家。曹家屋内，若曦，娘还是觉得你这隔空取物的本领不能公之于众，即便是你几个哥哥也不能说，万一透露出去了不好。那娘，你说我该怎么办？曹母一脸胸有成竹的拿出来一个本子递给曹若曦，来，若曦，这以后就是你的隐藏道具。古代有个神笔马良，他能把东西画出来变成真的呀，这是妥妥的人为创造技术，正好能给你这项做演示。娘，明明很简单的一件事儿，你老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弄得那么麻烦？我觉得直接拿出来就挺好的，不然每天走到哪还得带个本子，实在是太费劲了。这怎么能一样吗？你大嫂自私自利，你二嫂偷奸耍滑，你三嫂一心为咱家，你的东西是从老伙计那里拿的，拿多了总归对你不好，而且一味的付出不求回报，很容易养出来白眼珠。咱们曹家断然不能出现魏大牛那种狗东西。曹若曦还能说什么呢？他顿时伸手接过本子，不再多说了。反正以后他拿东西的时候得注意一点，就是曹家院外，魏母双手叉腰，气沉丹田的大吼道：曹若曦、王大妮，你们给我出来！怎么着？白眼珠你是3岁小儿不成？今天被我闺女揍了一顿，你还带着你娘来报仇，是怎么着？丢不丢人啊你？刚才一直闹哄哄的都在肉丢了上面，众人还没来得及注意到魏大牛脸上的伤，魏母才不管他们哪些事，他只想把肉要回来。王家嫂子，听说今天大牛不懂事儿，把肉送来了你们家，是他一时糊涂送错了，你们不要在意。什么叫把肉给我了？你能不能说话之前负起来点责任？我们家今天从始至终都没有收到肉，只收到了你们老魏家欠我们的10斤谷子。怎么着？你们俩这还是想赖上我们不成？众人都知道魏大牛前天要求退婚，人家曹家小闺女只要求把欠大家的粮食还了，确实一点都不过分。就你们家儿子这种有着婚约还没结婚呢，就去和别的女人勾三搭四，你觉得我家会要你儿子送的东西吗？你儿子今天上门来是来还欠我家的10斤谷子，我可没有收到你所说的什么肉。亲家，我家大牛什么时候跟别的女同志勾三搭四的了？那天事出有因，都是亲家你误会大牛与美云了。见他这么说，周围的人都撇了撇嘴，心里觉得魏母不要脸，到底怎么回事？大家早都传得沸沸扬扬。魏大牛和那赵美云不清不楚也不是1天2天了，全村人都知道了，我不相信你和你们家不知道。
今天有父老乡亲在这儿呢，就当给我们做个见证。我们家若曦以后和魏大牛没关系了。王大妮，你怎么想的那么美呢？你想这么干，也得我们魏家愿意这么接。我今天就告诉你，这亲我不同意退。魏婶子，这亲退就退了，人家小姑娘现在想开了要退亲，多好啊！你们家魏大牛现在也可以光明正大的去找赵知青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吧。是啊，魏婶子，这公道自在人心，到底怎么回事，大家心里都清楚，差不多就得了。宣扬出去对大牛的前途也不好，人家曹家人毕竟救过你们家人的命，再咄咄逼人就有点太过了。魏母见大家都帮着曹母说话，自己也不好再继续胡搅蛮缠下去。既然你们家孩子不想再和我们家结亲，那咱们两家的亲缘也就这么断了。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把大牛拿给你们的肉还回来给我。婶子，我们没收你家的肉，我们家借出去的是10斤谷子，魏大牛给我们还回来的自然也是10斤谷子。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这话说的没错吧？之前我家都吃不上饭，我家就算想还也没有东西还。现在既然有了这个条件，正好就把这谷子还上，以后我家也不用再这么惦记了。那今天我们就把2个孩子的婚事给正式退了吧。你也知道这退婚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家魏大牛看上别的姑娘，所以才背信弃义。我们家若曦从始至终都是受害人。大牛这事儿确实是我老魏家的不对，我给你家赔礼道个歉，顺便再赔你们家10个鸡蛋，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吧。我要魏大牛因为自己的背信弃义跟我闺女道歉，还要保证村子里的人绝对不会说我闺女坏话，败坏我闺女的名声。村里那么多人，谁能保证别人都不说你闺女坏话？娘，你别为难老魏家了，咱不都说好了吗？等退婚以后，大家井水不犯河水，见面全当不认识。咱要还是让人家保证这保证那的，人家指不定觉得咱还想扒着他们家。魏母听到曹若曦说的这些话，脸色特别难看，和魏大牛灰溜溜的走了。第二天一早，曹母倒是起了个大早，手里提着是一只大公鸡，还有一袋子的东西，去了厨房。你说娘手里提着的是个什么东西？我瞅着有点像鸡。怎么可能是鸡？长了那么大个，该不会是娘捡回来的什么东西吧？看看就知道了。猜啥也没用，3人齐刷刷的跟着曹母就进了厨房。曹大嫂最是好奇婆婆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立刻一脸讨好的上前道：娘，你手里拿的鸡怎么那么大呀？我看着挺沉的，我帮你拿吧。这是咱家若曦从老伙计那里拿过来的大公鸡。曹家3个嫂子一看到那么大的公鸡，心里顿时都是一惊，妈呀，这鸡怎么比平时鸡还大？一会把这鸡做了吧，你们借着若曦的光，也能吃一吃老伙计给的东西。话落，也不顾3个呆愣的儿媳妇，把鸡和米放下，转身就走了。日子过得很快，开始秋收了。曹大哥拿到生产队给曹家分配的任务时，脸色难看到了极点。他们家几个人分下来的工作，不是拉粪的，就是扬粪的。这要是没有魏大牛这个小崽子从中作梗，我就把名字倒过来写。我现在就想去揍魏大牛一顿。你这气冲冲的是去干嘛？生产队里所有的活都得有人干，你觉得你去找那白眼猪，那白眼猪能跟你说理？那怎么办？让他们欺负吗？曹家其他人听到这话，脸色也不怎么好看。即便要去找大队，我们也得想别的办法。毕竟从明面上看，人家给咱们分这活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可他这一看就是故意坑咱们。大队都归魏大牛管，我们找大队有什么用？难道不会让他更加嘲笑吗？既然大队不管，那就不去大队，我们直接去找公社吧。不是说大队都听公社的吗？我们没真凭实据，就算是他们故意分给咱家不好的活，人家公社也只会说咱家多心了。可咱们可以告他公报私仇，刚和咱家退婚就故意给咱家弄不好的活儿，咱就把这事全都往作风问题上面拉，多往公社里折腾他几顿，我就不相信公社里的领导还能对他有好印象。你这主意好，别管能不能成，先折腾一顿魏大牛那个白眼猪才行，叫他下黑手，我们日子不好过，他也别想好过。家里人很快就商量好了该怎么着。第二天一早，魏大牛收到曹家人集体请假的消息，脸色阴沉到能滴下水来。突然有人走过来：大队长，大队长，公社刚才来人了，说让你去一趟公社，我看那样子挺着急的，你快去看看什么事吧。现在正是秋收的时候，这时候公社找他做什么呢？虽然心里存疑，可还是没敢迟疑，就开始抄着小路往公社走去。曹家人没想到的是，他们刚到公社外面，就见到公社的会计员从里屋走了出来。证人怎么来的这么快？去找你们的人不是刚走吗？曹二哥有些纳闷地问道：婶子，你是跟我们说话呢吗？不是说你们，是说谁？
你们不是给举报魏大牛公器私用和乱搞男女关系这件事作证的证人吗？不是，我们是想来举报的，只是还没来得及举而已。同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会计员见曹家人这么吃惊，就觉得可能自己误会了，有些诧异地问道：你们不是来作证的，怎么来公社了？我们是来举报魏大牛公报私仇的。紧接着他就把这几天发生的事啪啦啪啦的全都跟会计员说了。曹家人在外面噼里啪啦说了魏大牛一通，结果被提前到的魏大牛听到了。我本来还想着怎么安抚曹家人，让他们来了以后别乱说话嘛，结果还没进来就把有的没的乱七八糟都说了一通。再说我什么时候对赵美云耍流氓了？我那分明是救赵美云从水里出来。见魏大牛想走出去找曹家人算账，公社书记连忙叫住了他。大牛，作为大队长要吸取群众们的意见，不能有话不让群众说。我们等他们慢慢说完之后，有什么误解的地方，我们再跟群众慢慢化解。魏大牛被这工会书记气得胸口疼，真当他不知道这工会书记想把他拽下来换他自己侄子当大队长呢。曹家人简单把事情说了一遍，成功掌握了告状的精髓，小事化大，大事没完。现在我们领导和魏大牛都到了呢，一会你们有啥事儿亲自跟领导说吧。曹家人看到一脸阴沉的魏大牛从里屋走了出来，全都有些诧异。你怎么在这儿？我怎么不能在这儿？我不在这儿，难道要让你们往死里往我头上扣屎盆子吗？我们刚才说的不都是实话吗？我怎么就扣你屎盆子了？明明跟我有着婚约，却和别的女人乱搞男女关系。就你和赵美云的那些破烂事，如果你不是大队长，你看赵美云还跟不跟你凑在一块儿？赵美云才不是那样的女人，你别污蔑她。曹若曦别以为你污蔑了赵美云，我就会抛弃她，再选你。领导你都听见了，他承认自己和赵美云的关系了。还有，人家赵美云的未婚夫是退伍军人，魏大牛就去挖他墙角，太不是人了。领导，我觉得这样的社会渣子绝对不能姑息，我要求对魏大牛必须进行严肃处理，以儆效尤。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早就和赵知青搅和在一块儿了？魏大牛心下暗暗琢磨，他勾搭赵美云这种事情，他绝对不能承认。哎呦喂，之前还一直赵美云的叫唤呢，这一碰到事儿就改成赵知青了，你心虚什么？话落，他看向刚刚和江礼明一起到的赵美云，有些看热闹的问：赵知青，你俩什么时候在一块儿的？不跟领导说说吗？曹若曦，我知道大牛哥跟你退婚，你很伤心，可你也不能因为他跟你退了婚，你就胡言乱语攀咬他，你这么污蔑他不太好。我江大哥在这里听到了不好。江礼明早就知道赵美云和魏大牛纠缠不休，之所以没和赵美云退婚，是因为他想利用赵美云的名声，多给他娘打点好吃的，改善一下生活。这是怎么回事？具体说说吧。之前人家匿名举报的证据，我也都给大牛你看了，不是我不相信你，而是人家写的太过于清楚明白。我要是不秉公处理，就对不起人民。你这样做也让我很难办啊。书记早就看上大杨村大队长的位置，根本不等魏大牛解释，就先把帽子给他扣了上去。我们大杨村一共就那么多活，谁都得干。我无论把哪样活安排给谁，都得有人干。只是恰巧往年曹家都没轮到这活，今年正好轮到他们家，怎么就变成公器私用公报私仇了呢？书记，你说对吧？你们家人也从来没干过这活儿，为什么你们家人不干？什么时候老魏家也集体轮到这活儿？你这不是公器私用是什么？自己家的全是轻省份又多的活儿，到别人家就得轮班干脏活累活吗？曹若曦，这种胡搅蛮缠的性格才是真正的你吧？原来跟我装的一副贤良淑德的样子，现在才露出真面目，你真叫我恶心。魏大牛，你背信弃义，你恩将仇报，你公报私仇，你和同村的知青搞破鞋。我虽然相信魏同志应该不是这种人，但如果真干了这些事儿，别说当男人，就算当人都不配。我相信我未婚妻不会眼睛这么瞎，看上这种人。我们两个是清白的，是曹若曦误会。那天是事出有因，魏大哥为了救我，才会和我有了肌肤之亲，真的不怪他。赵美云，你和魏大牛两个人暗度陈仓，把所有人都当傻子。那你们两个都有了肌肤之亲，怎么还吊着江礼明？你到底选谁？江礼明，我觉得你眼睛有点瞎。赵美云想着，如果他跟魏大牛的关系一旦暴露，那他们两个就都得万劫不复。魏大牛干脆假装晕了过去。魏大牛啊，你就这心理素质，还当什么大队长？所有的精华全都长在心眼上了吧？魏大牛本来就是装晕，听到曹若曦这话，心里恨得要死，却不敢立刻醒来，不然就太尴尬了。现在魏大牛也晕了，事情不好解决，大家就先散了吧。至于分给曹家的活，劳动最光荣，曹家就先干着，等着之后结果出来再说吧。魏大牛已经晕了，被人用牛车直接拉回了家，其他人也跟着打道而途。最后的结果是，公社会严格查办，调查清楚后给大家一个交代。
曹家人回去以后就开始请功，说曹母让魏大牛给气病倒了，全家人没法去上工。曹二哥直接去魏大牛家堵门。魏大牛，你给我出来！你们家人把我娘气病了，得给我们家一个交代，不给我们一个交代，你们就谁都别想出门。曹老二，谁知道你娘是不是装病，还说是我家把你娘气病的，你莫在这里乱说。曹老二，你先回去，让大牛先去上工，你这样堵着大牛也不是办法。他们把我娘气病了，还想自己过好日子，哪有那么好的事儿？结果他什么责任都不承担，还每天该上工就上工，该和人斗壳子就和人斗壳子。村长，你觉得这样合适吗？村长索性也不劝了，直接转身就走。两方人马就这么坚持了3、4天。曹家和魏家两家人的公分本名字上全都是零蛋。5天后，魏大牛准备给他当兵的大哥发了一封信，让他利用关系和上面说一说，让公社和曹家人别净找他们家的不痛快。公社结果出来了，通知曹家与魏家去看结果。魏大牛心情看起来特别愉悦。这魏大牛是不是吃错药了？那天的事都说的那么明白了，我听那意思，公社书记也是向着咱们的，他怎么还和没事人一样？先去看看公社出的结果再说。不过咱们的目的最好降低一些，把咱们家人的活全换成轻巧的就好。估计把他从大队长上拽下来，成功率不大。不管魏大牛结局怎么样，最后的结果要是不能让他满意的话，那就继续闹。公社里做不了主，那就往上告。果不其然，所有人到了公社以后，书记一脸抱歉地看向曹家人，好像在说我很无辜，但是我做不了主的样子。这件事上面已经有决定了，经过一番调查，证明那些罪证都是歪曲事实，许多言论都是夸大其词，而且证据上面的证人都不愿意给这些证据作证，而匿名信又没留下真实的姓名，我们无法进行考证。意思说得很明白，这东西是匿名送过来的，真假有待商榷，这事情只能作罢。清白的人永远都不会被污蔑，就算有人想一直陷害我也没用，全都是徒劳，惹人笑话。书记，那我们的事要怎么解决？他针对我们家以及他和赵美云的事，我们都可以证明，这样公社也不管吗？书记有些羞愧地看向曹若曦，不过又想到上面说话那人是魏大牛他亲舅，书记又在心中暗暗摇头。上面查到的是这样，证明魏大队长没有问题，所以你们的事儿就要你们自己解决了。曹若曦一脸了然，转而看向魏大牛。曹若曦一看魏大牛这表情，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那行，这事儿既然公社里管不了，那我就去找别的地方管。娘，当年魏大牛他爹说是我爹为了救他，所以才藏身山上的，实际上谁都没看到是怎么回事。你说可不可能他爹是把我爹推到野猪口里的呢？咱们去报警，让公安去查一查吧。魏大牛，当年若曦的爹为了救你爹，让野猪咬了一口，之后你爹和若曦的爹被野猪追着跑，他去下山找救兵，大家这才知道若曦的爹救了你爹，难不成真的有猫腻？这事儿一定要查清楚，不然绝对不算晚。魏大牛被曹家母女说的脸色难看，怒声呵斥道：你们别瞎说，我爹不可能干出那种事。谁知道你爹干不干得出来那种事？儿子都能干出来公报私仇，背信弃义，还仗势欺人的事，老子能好到哪里去？要相信公安同志的办事能力，也要相信公安同志的公平。要是你爹啥都没干，他们一定会还你爹清白的。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不知道吗？故意给我们家分不好的活，这事还想就这么过去？我早就说过，今年是恰巧轮到你们家干这些活，分工的活是早就已经安排好了的，不可能改。我自认为做的公平公正。你这样都是做的公平公正的话，那就证明你这大队长没什么公平公正可言。也就是说，这活大家都要轮着来，你们家也避免不了，是不是？是。既然如此，那我们两家今年的活换一下吧。要是魏大队长家以身作则，证明给我看所有人都会公平的分到，不然我们就去公安局走趟，查查我爹当年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魏大牛自信自家爹不可能做那种丧良心的事，自然不会答应。你爱去报警就去报警吧，反正我们家人身正不怕影子斜，绝对不会被你这种思想不正确的分子逼迫。成，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们就走着瞧。魏大哥，你别生曹若曦的气，大概是因为你跟他退婚了，他才心生怨怼，你别把自己的身子气坏了。美云，你说的对，像你这种从城市里下来农村，勤勤恳恳，努力支援劳动的人不多了。魏大哥，你过奖了，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魏大牛虽然喜欢赵美云，也能感觉到赵美云心里也有他，可毕竟他目前还是有未婚夫的人。曹若曦本来只是想膈应膈应魏大牛，可没想到到了派出所做笔录的时候，曹母居然抖露出来这么多。公安同志，要不是当年同村里的人和我说，是我老头子在两人被野猪追的过程中救了魏平，在此之前，魏平根本没说过我老头子是为了救他而死。我还记得那次他俩上山之前，
我老头子不想上山的。可魏平也不知道和我老头子说了些什么，我老头子最后还是去了，可是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大娘，你别伤心，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量侦查清楚，尽最大的努力给你一个结果。可是你也知道，这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了，人都已经变成了一堆白骨，而且这么多年他一直在满是野兽的山上。剩下的话，公安同志没说完，但在场的人都懂，那山上野兽那么多，说不定曹老根的骨头都被野兽给吃光了。大娘，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心尽力把事情调查清楚。曹家人报完警以后，心满意足的回家了。刚走到村口，就碰见了在村头拿着书往回走的江丽明。婶子，曹家妹子。李明呀，去镇上买书回来了。我们家若曦也爱看书，有机会你们两个一起看呀。除了曹母以外的曹家众人全都无语。他们家小妹从小一看书脑袋就疼。江李明和王大妮寒暄了一阵之后，转对曹若曦说：若曦，那个赵知青觉悟高，非常想尽全力支援劳动建设，所以他想和你换一下秋收时节的分工。如果你没有什么特殊情况，跟他换一下吧。这话是赵美云自己说的呢，还是你逗着我们家玩？是赵知青自己说的，当时工会书记也在，若是不信，你可以去问他。这下曹家人都被惊呆了，这赵美云到底脑子里装的什么，才会提出这种智障要求？曹若曦她总觉得这是很奇怪。几个人回家以后，都坐在那里有些发愁。别担心了，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们再想想办法，说不定明天魏大牛就求着咱们家换活了呢。曹若曦见曹家人全都一副不信的表情，微微一挑眉，也没多说什么。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就直接请假吧。那活儿又脏又累，总不可能咱们全家全都去干那种活吧。反正我可以从老伙计那里拿东西出来吃，也可以上山打猎，咱家总归饿不死。我们这一堆大男人啃妹妹可不怎么好，更何况家里你最小，怎么可能让你承担这一切？这件事就交给哥哥们，让哥哥们去想想办法。曹家人这家庭会议，大家各怀心思，基本上什么都没商量出来。晚上曹若曦偷偷溜去魏大牛家，就在半路看见拎着棍子的曹二哥，确认过眼神，都是要去搞事的人。二哥，你也是去教训魏大牛的吗？这是大人应该去办的事，你一个女孩子别管，赶紧回去睡觉，哥去就行了。你要是伤到哪儿了，娘还不得打死我呀？我是能打死野猪的人，要受伤也是你受伤，怎么可能我受伤？曹二哥犟不过曹若曦，只能勉强答应。那你一会儿跟我去的时候小心一点，到了地方以后你就躲起来，不要露面。我到时候把魏大牛抓出来，蒙上麻袋揍一顿，到时候即便事情暴露了，也跟你没啥关系。有什么事二哥就能顶。二哥，你是不是傻？你就不怕被左邻右舍发现？到时候魏大牛再把你抓现行，反咬你一口，你无话可说。这时候就听到不远处传来那喊声：抓贼呀，别让他跑了！大队长家的东西也敢偷，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等我抓到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曹若曦有些纳闷，谁大半夜的跑出来偷东西？就在不远处看到两个人着急忙慌的走了过来。若曦，你有没有觉得那俩人身形有点眼熟？我怎么看着走过来那两个人有点像大哥和老三呢？老二，大半夜的，你怎么把若曦带来了？那是我把她带来的，是若曦非要过来，我才跟着她来的。我们赶紧回去吧。刚刚我和三弟把魏大牛家人和赵美云都揍了一顿，我还嘱咐魏二哥明天上工之前提出跟我们家换分工。那个魏家二哥和赵美云他们真的答应明天跟我们家换分工吗？魏老二他两口子都答应了，还说让他媳妇去顶上我们家的工，还会找其他人把我们家的工全都给顶上。我们赶紧回去吧，别让人发现了。第二天一大早，兄妹四人很有默契，早早就到了魏家。他们到的时候，就看到魏家人在不停的争吵。不行，我不同意！你们心里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前脚给人分完任务，你们后脚就去跟人换工作去了。你们这是明晃晃的下我的面子。你们到底把我的工作当成了什么？魏家的几个人全都有苦说不出。魏家除了魏大牛，两个成年男人全部被曹大哥给揍了一个遍。大牛啊，我们这次来是想和你说说换工的事的。魏大牛一听到他二叔嘴里那换工两个字，顿时就有了一种不太好的预感。二叔二婶这么早就来了，是有什么事吗？我们两口子觉得曹家的工作挺好的，就想让我们和他们换一下工。为什么要这么做？是谁给你们添的压力吗？没人威胁我们，我们只是为了支援劳动建设，所以才来。魏大哥，我有些话想对你说。美云，你不会也是来和我说要和曹家人换工的吧？赵美云想起昨晚挨揍的画面，还有现在浑身上下的疼痛，不得不换。江大哥，那天已经在书记那里那么说了，你当时阻止我的话也被书记听见了。我不帮他干，书记要是针对你可怎么办？
哪怕我再苦，也不能让魏大哥为我背上不好的名声啊。他这话说的，让人一听就能听出来，他不想那么去做，这么做了，全都是为了他。对不起，美云，我不应该迁怒你的，你先替他干着，过段时间我就帮你换个位置。魏大哥，等过了这个风口浪尖再说吧，还是以你的名声为重。魏大牛无视自己的家人，独自站在这里和赵美云腻腻歪歪。魏母第一个就受不了了。大牛，你还有没有点良心？亲娘去干那种活，你都没说要给我换，现在给一个外人换活，却那么殷勤，我这辈子白养你了。谁让你去干了？你要是不想干，现在就可以不干，不是你们非要去干的吗？我什么时候让你们去干这活了？魏母被儿子这么一讲，顿时有些心虚。是啊，明明早上他们一家人说和曹家换工的，在外面看热闹的曹若曦插嘴道：你不是说这活儿早晚都得干，你们家人早晚都得分到吗？现在怎么又说什么时候让你家人去干这活了？魏大牛，你的公正呢？被狗吃了。魏家几个人和赵美云看到曹家人都吓得哆嗦。魏大牛知道换工这事都和他有关，可偏偏家里人什么都不说，他又不好直接发难。曹若曦，你好样的！谢谢夸奖，我会再接再厉。魏大队长被全家人背叛的感觉怎么样？你全家人都选择去挑粪的，你别着急谢谢我了，我没时间赶着去替你心上人上工呢。听说去仓库看工具好累，我得好好做做心理建设。魏大牛被曹若曦气得不轻，明明是他家里人，却跟他不一条心。爱干就干吧，累死了活该。曹若曦去仓库里给大家登记完拿走的农具，便百无聊赖地坐着。他这活特别轻省。这破日子太苦了，得在发家致富之前，在现有的条件下过上最好的日子才行。我先闭目养神一会。没过多一会，他就听见有人走入深夜，唰的一下睁开眼睛，就见张赖子从仓房里偷了2个水壶，一个铁锹，正要走出去。怎么的，张赖子，我看守的东西好拿吗？啊，你怎么醒了？我刚刚进来的时候你不是在睡觉吗？咋啦？我在闭目养神，你以为我在睡觉呢？我告诉你，从你进来偷东西的时候，我就看着你偷的。曹若曦，我不是故意来偷的，只是什么？难道是有人指示你这么干的？没人指示我，我是自己来偷的。张赖子，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到底是谁指使你来仓库偷东西？无论曹若曦怎么盘问，张赖子都坚持说是自己来偷的，没人指使他。可是曹若曦就是感觉很蹊跷，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下午曹若曦把村民们还回来的工具一一点好，所有的都还完了，他拿着本子准备走人。慢着，你不能那么快回去。曹若曦一看就知道来找事的，就想起白天仓库被盗，曹若曦瞬间领悟，难道后院那个张赖子居然和魏大牛有关？你有事？早上已经点过数了，晚上点完了数再走。平时不都是7天一检查吗？为什么今天当天就要检查？魏大牛总有一种曹若曦已经看出他想法的错觉，他在心中暗想，他不会发现张赖子干了什么，不然以他那藏不住事的性格，还不早闹起来了。再说张赖子可能按照我的吩咐，办完事以后就先拿着东西躲到别的地方去了。曹若曦肯定没发现，所以还没有动静。看守的人时间长了，有经验了，自然就不需要大费周章每天去查备品数量。你今天头一天干这活，应该多熟悉流程，方便进步。你老请吧。齐狗子，你去查一查数量。站在工具旁的齐狗子听到魏大牛吩咐，赶紧点清。大队长好像少了2个壶和1个铁锹，可是我早上查的时候数是对的。说白了，就是东西是白天丢的，而白天只有曹若曦在仓库，他身上的嫌疑最大。魏大牛不给曹若曦解释的机会，装腔作势的道：你确认没查错？绝对没查错，刚才我数了3遍，数都是一样的不对。曹若曦，你知不知道东西是被谁拿走了？要是知道就让他拿回来，今天这事就当什么都没发生，我不会追究你的责任。魏大牛，你的意思是我拿回来，你就不会让我负责任了吗？自然是。魏大牛心里却想着，张赖子虽然不务正业，可行事干净利落，脑子也有小聪明，不可能这么点事都干不好。那好吧，魏大牛，你跟着我过来。魏大牛不太明白什么意思，不过倒没多想，也跟着一起跟了过去。因为偷生产对东西这种事情性质太恶劣，也太严重。到了后院，就看到跪在哪的张赖子。魏大牛怕张赖子把他供出来，他得想办法蒙混过去。这是我今天抓住的小偷，就等着你们过来一起商量呢。本来我都把他忘了，没想到魏大队长居然和他心有灵犀啊。既然把偷东西的人找着了，大家都散了吧。散什么散？小偷抓到了，不问不审不惩罚，就这么完事吗？你刚才说我丢东西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态度，今天不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这事就没完。曹若曦，你别太过分，
乡里乡亲的，得饶人处且饶人，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给别人留点面子。给你留面子，还是给他留面子？魏大牛怕事情真的暴露了，到时候他多年积攒的名声便会功亏一篑。今天这事我说了算，大家都累了一天了，都散了吧。既然大队长说大家累了，该回去休息了，那大家就走吧。我自己带着张赖子去公安局。这年头是法治社会，偷盗、行窃不去公安局，自己就在这段上岸了。魏大队长真的是厉害了。张赖子的娘听到曹若曦要带自家儿子去公安局，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曹家小闺女，我求求你了，你别带赖子去公安局。我们老张家就这么一根独苗，他要是出点什么事，我们老张家就彻底完了。你不想去公安局也可以，不过你要把事情的实情告诉我。你要想清楚，你偷拿公家的东西，一旦去了公安局，那就不好说了。赖子啊，你把实情都跟曹家小姑娘说了吧。娘知道你平时虽然小偷小摸，这回也肯定有原因的，是不是？你可不能被送进局子里，让娘白发人送黑发人呐。张赖子没有想到会那么严重，这位大牛就是在坑他呀。是魏大队长让我干的。他这一嗓子，魏大牛暗恨这张赖子背信弃义，明明说无论如何都不会供出他，现在却因为曹若曦几句唬人的话直接倒戈。张赖子，你自己干了坏事就要自己承担，我身为大队长不可能监守自盗，你要是想找一个人诬赖，也麻烦你动动脑子。张赖子一听魏大牛不承认，立刻就急了，焦急的开口争辩。谁诬赖你了？明明是你让我趁着曹若曦看守的时候偷偷潜进去把东西偷走，然后悄悄地放入曹家，你好带着村里人一起去曹家把东西搜出来人赃并获，你现在怎么不认了呢？我虽然不知道是谁买通你，让你陷害我，空口白牙的指控我没用，你怎么证明是我？因为当初商量的时候，就他与魏大牛两人，自然没人能给他做证明。张赖子这时候才反应过来，自己是被这位大牛给坑了。张赖子，你这么狠毒呀！明明是你做的，你为什么不敢承认呢？还想着诬陷魏大哥，简直其心可诛。张赖子看魏大牛死不承认，他干脆破罐破摔，不如让赵美云背锅。突然高声道：“是赵美云让我干的，我们俩一起滚过苞米地，明明我们两个是彼此心甘情愿的，可是他说我要是不去陷害曹若曦，他就去公安局告我流氓罪。”曹若曦看向张赖子，心中暗暗赞叹，这人可真是个人才，知道攀扯魏大牛没有用，直接把这事说是赵美云干的给锤死。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既然说是赵美云干的，那你就拿出来证据，要是拿不出来证据，今天这事我就跟你没完。我自然能证明是因为赵知青和我有一腿，他才能威胁得了我的。赵知青屁股上有块痣，不信你们就把他裤子扒了，一看就知道了。他这话一出，赵美云被气得不轻，他屁股上是真的有颗痣，他是有苦说不清了，哭着就往外走，结果却被村民们给拦住了。赵知青，别走啊，事情还没查清楚呢，你走什么呀？这事总得有个结论吧？你要我怎么证明是他冤枉我的？难道真的让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找人证明我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吗？你适可而止吧，赵美云怎么说也是个姑娘。话音一落，也不说别的，他就跟上赵美云的步伐离开了。曹若曦也知道这是无凭无据，再追究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经过今天这一番折腾，曹若曦决定把自己清闲的工作换给曹母，自己上山打猎赚工分。曹母第一反应就是反对。若曦，娘知道你有能耐，可那山上太危险了。江李明在部队里待了那么多年，上次都差点折在野猪手里。你去了，要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你可让娘怎么活呀？要不我带着江李明去吧，他娘不是说我以后有什么事都可以去找他吗？曹母他敢肯定，要不是他不让他闺女上山，他闺女压根就想不起来这一号人。他本来就想撮合这俩人，自然是同意的。若曦，你觉得小江这人怎么样？只要他陪我上山，他就是个好人。你就没觉得江家那小子条件不错？你看看他长得标板溜直的，看着就整装，不比咱们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强多了。曹若曦对他娘有一些无奈，人家江李明什么都没表示，他娘这么急切，总不能让他上赶着去追吧。娘，人家江李明现在身上有婚约呢，怎么可能跟我在一块？难道你想让我去挖墙脚不成？我可不是赵美云，干不出来那种没下限的事。我觉得那江家小子根本就看不上了赵美云，正常男人怎么会容忍自己心爱的女人和别的男人纠缠不休，又怎么会推自己未婚妻去替别的女人干脏活？而且通过今天这事，我怎么看怎么都觉得他这心里是偏向你的。娘，听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这个江李明也挺不是东西啊。他是不是早就看不上赵美云和魏大牛，所以故意整赵美云？平时说着好听是为赵美云抱不平，可实际上最后不全都把赵美云给坑了吗？
曹某印象中，江李明一直是个有担当的，即便未婚妻背叛的，两人未退婚，他也会肩负起照顾未婚妻的责任。你别不想跟人家在一块，就一个劲诬陷人家。娘要说话的话，你好好考虑考虑，娘总不会害你。说那些话都太早了，人家现在还是赵美云的未婚夫，绿帽子还没摘下来呢。总不能赵美云给我戴绿帽子，我就给她戴回去吧。就我俩这交情，也没到能互赠礼物的程度啊。曹某直接被他傻闺女整无语了。赵美云站在墙角哭哭啼啼，好不可怜。美云，你别哭了，他们这么欺负你，我一定不会让他好过的。他都是浑人，根本不要脸。你一个正人君子，肯定斗不过他。大牛哥，我和张赖子真的没关系，别人怎么想都无所谓，我唯一害怕的就是你不相信我。他一直放长线钓大鱼，让魏大牛对他迷恋到深陷不可自拔，然后高调的嫁给魏大牛。大牛哥，你信我吗？魏大牛本来就因为今天这事把赵美云卷进去，内心愧疚不已。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赵美云，这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你，你难道都体会不到吗？我就知道大牛哥对我最好了。你知道我有多害怕你不相信我吗？大牛哥，谢谢你相信我。魏大牛他完全没想到赵美云居然这么在乎他，果然只有他才能给赵美云幸福。美云，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赵美云听到魏大牛说的话，内心可高兴，但是不能表露出来，假装矜持说道：可是我有未婚夫的，我们两个在一起只会有损了你的名声，我不能害了你。大牛哥，我们有缘无分。怎么能有缘无分呢？你并不喜欢江李明，喜欢我，对不对？大牛哥，你别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不能辜负了我奶奶的心意。什么心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是封建思想，我们身为新时代的进步青年，怎么能对老旧思想折服？可是你根本就不喜欢江李明，跟他在一起，你只会更痛苦。可是经过今天这件事，我怕大牛哥的家人不能接受我，我不想让大牛哥以后难做。美云，我绝对不会让你受这种委屈，等我回去和家里人商量好了，就带着你去江家退亲，然后我要风风光光的把你娶进门，让你成为全村子最让人羡慕的女人。大牛哥，你放心，有了你这番话，这辈子我都不会再爱上别人。好，我这就回去和家里人说，你等我。好，我等你。二人一话别，魏大牛回家处理自己那不好处理的老娘。赵美云看魏大牛对她是动了真心的，希望她能早点嫁过去。第二天一早，曹若曦向魏大牛告了假，欢欢喜喜的去找同样是无业游民的江李明。江李明，你在家吗？江李明听到有人在院子外面喊江李明，出来看到是曹若曦的时候，一脸愣怔。江李明，你上山去打猎吗？你今天不上工吗？不上，我觉得那活不适合我，又无聊，效率又低，让给我娘了。你这是想打猎换工分吗？对，这个换工分快。你知道咱们现在是集体公有制吧？上回大队能给咱们换工分，那是条件特殊。这次咱们再打回来，他们应该没那么好说话。他们要是真不同意的话，也没办法。那我就每天抓只野兔去田间烤了，让他们看我吃。估计这帮饿得前胸贴后背的人，最多也就能挺个2-3天。江李明嘴角抽了抽，虽然觉得小姑娘想的这法子有点缺德，但不得不说，这法子是真能奏效。那行，咱先和村里人说好了，免得咱们先去山里打猎，回来的时候再和村里人引起什么不愉快的事。两人去打谷场，和众人商量了一下，村民们纷纷一脸兴奋的赞成。江大哥，曹家妹子，你们两个上山注意安全，最好多打一点野物回来。若曦姐姐，你这次上山打猎，最好能打到点别的猎物。上次的野猪肉好柴，虽然也很香，但总感觉怪怪的。我等着你回来哦。哎呀，江家小子，曹家闺女，咱们大杨村可是闹饥荒好一段时间了，这我们今天能不能吃饱，可就全靠你们了。你们早去早回，最好今天就能分完，晚上下工，咱们所有人直接回家炖肉，馋死隔壁村。这人的一句绝对朴实无华的愿望，把在场所有人都逗笑了。曹母也嘱咐曹若曦要注意安全。娘，时间太晚了，再晚上山，回来的时间就更晚了，到时候不安全，我们先走了啊，有啥事回来再说。话说完，和江李明急匆匆拉着牛车往山里面方向出发。曹母没好气的啐了曹若曦背影一口，这孩子性子就是那么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沉稳一点。大妮，若曦这么优秀，你就知足吧。你看咱们这10里8村的，哪家哪户不是饿得前胸贴后背？也就你们家若曦和江家小子有能耐，还能让咱村里人吃上肉。有这样的闺女，这要是说出去，哪家哪户不羡慕呀？是啊，说出去别的村里人都得羡慕死咱们。一众交口称赞的村民里，只有2个人显得特别不和谐。魏大牛脸色难看的要死，
刚刚他还听到2个村里人小声交头接耳说他丢了西瓜捡芝麻。曹若曦这边不得不说，曹若曦和江李明2个人都是练过的，一到了山上打了好多野兔子和野鸡，还挖了好几株人参。咱俩把好吃的留下，不好吃的换工分。你还真是坦诚的过分，正常人怎么会把这种自私自利的话就这么明目张胆的说出来吗？名声还要不要了？猎物是我们打的，自然是我们先挑，他们要想要什么可以自己来打，打不着的话要饭还嫌馊，就有点过分了吧？你说对不对？我要怎么说你好吗？不过说实话，你一个女孩子力气怎么那么大？上次还知道怎么运用棍子打野猪。我的力气是天生就这么大，至于我运用棍打猎，是我做梦的时候老伙计教给我的。你也知道梦里啥都有，你说是不是？麻烦你想扯也给我走点心。老伙计是个什么鬼？好端端的怎么就往封建迷信上走了呢？老伙计对你真好。曹若曦才不管，他那怎么看怎么都没相信的表情。反正他要解释，他也给解释了。至于他信不信，随他。2个人很快就到了山脚。我把人参放在你那吧，到时候你卖出去分我钱就行了。江李明伸手接过人参，也没跟他说，到时候2人一起去，省着觉得他私吞。好，你信得过我，我就直接替你卖了。你先在这等我一会，我悄悄地把人参先送回去，总不能带着他去送这些猎物吧？现在魏大牛是恨不得弄死曹若曦，这要是让魏大牛抓到他俩的把柄，肯定往死里整他俩。行，你回去吧，我在这等你，到时候咱俩一起去交这些东西。江李明揣着人参，专挑小路，直往家的方向看。曹若曦百无聊赖地站在原地。这时候赵美云他们走了过来。呀，曹若曦，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呢？江大哥呢？不是有什么事先走了吧？干什么去了？他去解手了。怎么，你要去看看？曹若曦，你说什么呢？我不是那个意思。曹若曦，你别无理取闹。赵美云好心好意提议大家来接你们，你怎么对她说话呢？曹若曦压根就不是给人留面子的人，更何况这俩人突然蹦出来，确实让他挺闹心的。他说完那句话以后，你们全都用一脸怀疑的目光看着我。那位大队长，你说说，我无缘无故的遭受你们的敌意，就是因为这句话？那到底是赵美云这句话有问题，故意搬弄是非，还是你们几个有问题，心思不正？他这话一出口，刚才面露怀疑的几个人都尴尬的摸了摸头，刚才想谴责曹若曦的话，顿时就说不出口了。你误会赵美云的意思了，她只是知道你们2个人上山，现在却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她担心江李明有危险，毕竟山里不安全。我懂，少年莫爱吗？赵美云这是担心自己的未婚夫，情理之中，我怎么可能怪她呢？毕竟人家以后是2口子呢。哎呀，少女情怀总是诗啊。曹若曦说的阴阳怪气，不就是说人家小夫妻感情好，而魏大牛根本就是个第三者吗？大队长，赵美云是担心未婚夫才上山来接未婚夫的，你跟着来干啥呀？等人家江李明要看见自家未婚妻屁股后面总跟着个大小伙子，还不得误会呀？这俩人想恶心他，结果把自己恶心了吧？这个时候江李明回来，怎么来了这么多人？你未婚妻担心你，找人上山来接你来了。江李明虽不喜欢赵美云，还是装露出一副极其感动的神态。赵美云，你对我真好，你放心，你以后跟着我，我一定好好对你，绝对不会辜负你。村民们听了他这话，立刻说道：江家小子真可怜啊，让未婚妻这么骗，这赵知青和魏大牛搞破鞋，搞得这么明显，全村人都知道了，就江家小子这实在人没往那处想。都闹得那么沸沸扬扬的了，怎么也没有人告诉他呢？这咋说呀？你未婚妻给你戴绿帽子了，哪个男人能受得了这话？根本没人忍心跟他说啊。大队长这么干太不地道了，除了自己的未婚妻还要坑别人未婚夫，造孽啊！村民们谁都没有想到，江李明早就知道赵美云与魏大牛不清不楚了，只是他不想那么快挑明，他就等着看好戏。村民们拉着猎物往回走了。没看出来你这是蔫儿坏啊，装有责任感男人的人设离得太好，居然苟了赵美云这么长时间都没有人发现。我这么正直的人怎么可能蔫坏呢？确实，那一对狗男女太不是东西了，对他们进行惩罚的人才是正义的人，你只是过于正直了。小姑娘可不能这么说话，不文明。这就叫不文明了，我还挑好听的说的呢，说他俩是狗男女，都糟蹋狗了。魏大牛憋了一肚子气，下山的走得很急，不经意回头，余光瞥到有说有笑的江李明和曹若曦。曹若曦，你旁边的江李明可是有未婚妻的，请你跟他保持距离。这时在他边的赵美云顿时脸色煞白，魏大牛这是什么意思？是在说他不检点吗？曹若曦看了赵美云煞白的脸色，故意说道：对不起啊，
赵美云，我跟你未婚夫走得太近了，你不舒服了。你放心，我俩真没啥。我可不是那种明知道别人有未婚妻，还跟人家不清不楚的那种不要脸的人。曹若曦这么一说，魏大牛也反应过来自己刚才说错话了，偏头看向赵美云，果然发现赵美云脸色发白。魏大牛，咱们两个都退婚了，你还看着我干什么？你不是对我余情未了吧？赶紧饶了我吧！你跟我说你喜欢我哪一点，我改还不行吗？村里跟来搬东西的那几个人再也忍不住，全都笑出了声。赵美云，你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魏大牛，你旁边的赵美云可是有未婚夫的，请你跟她保持距离。赵美云这次是真的忍不住羞羞，就走了。魏大牛也跟着追了过去。两个凡人精终于走了。我还以为你会趁机戳到他们两个中间去，这样就不会有人觉得他们两个走得近了呢。演得太过了，不利于我的良好形象。曹若曦瞬间被江立明整无语了。3天后，曹家院外。对了，若曦，后天咱们旁边村子有赶集的，你要不要一起去看一看，有没有喜欢的东西再换回来？好啊，去看看。咱们要带什么东西吗？或者只带钱就行。江立明说，那钱明天早上就能给的，一个人参卖了200多呢，到时候他可进的话。你带钱也没人敢卖给你，到时候咱们拿着1筐鸡蛋，再拿些野菜去，看看能不能换回来点东西。一大早，曹若曦就站在鸡圈前，指挥大妞在鸡圈掏鸡蛋。快点把鸡蛋都掏出来，一会儿你奶带咱们去赶集，别一会去晚了什么都没了。小姑，赶集的人都像咱们一样，是村子里或者是镇上的人，家里的东西都那么点，你去了也不可能有像供销社一样种类多的东西。他之前就跟他奶去过好几次，无非就是拿鸡蛋多换点米粮，或者换点野菜什么的。大宝，你去厨房里面拿5斤肉，一会咱们去集市上看看，能不能换点别的东西。小姑，厨房上的事都是我奶说的算，我要是敢私自拿肉，我奶会不会打我呀？你放心吧，你奶最喜欢你，你奶打谁都不会打你的。安安心心的去拿，要是你奶不乐意，我再去山上打点肉回来。行，小姑，我现在就去拿。一会咱们去赶集的时候，想要什么就和小姑说，小姑都给你们换。谢谢小姑。大妞听了曹若曦的话，乐颠颠的干活，浑身都是劲。一家人逛完集市，都高高兴兴往回走。娘，咱啥时候也熬点糖稀，做糖人啊？我刚才都没换着糖。那贵重的玩意儿，集市上哪有啊？得去供销社买。赶明个，我和他们换点糖票，再带你去趟供销社，到时候回来让你吃个够。自从曹若曦上山打猎以后，王大妮俨然就是全村里最有钱的老太太，家里肉多到吃都吃不完。娘，供销社里都有啥呀？要是跟这一样啥也没有，那我不去了。你把钱和票给我，等着让我二哥买回来吧。你倒是会见人下菜碟，知道指使人的时候，让你二哥去。供销社可比赶集，东西全多了。几人正说的热闹，突然听到前方林子里有人大声叫唤：“求你了，你赶紧把他还我！”这荒山野岭的，不会是抢劫吧？我听着那女的好像让那男的还什么东西。娘，我过去看看。你放心，我不会有危险。老大媳妇，你在这看着孩子，我过去和若曦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娘，你去吧，你放心，我肯定把几个小的都带好，你们也小心点。王大妮点点头，便和曹若曦一起去林子里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两人离得近了，才发现他们手里抢的是一个孩子。王大妮走了上去，直接就给了那抢孩子的男人一个巴掌。你一个男人老大不小的，干什么不好？怎么的，混不了一口饭吃？非抢别人家孩子，干这种断子绝孙的缺德事，丧天良，遭报应啊！老太婆，关你什么事？你骂谁老太婆呢？婶子，现在这世道什么人都有，以后你出来的时候小心点。我知道，谢谢。你谢什么谢？你怎么不告诉他咱们是一家子，就眼睁睁的看着我挨打？等回去我要你好看。话落，又恶狠狠地看一下王大妮和曹若曦。我们家自己的事自己解决，关你们什么事？你们知道个屁呀，就动手打人。曹若曦根本没管他说了什么，抬手就照着他脸啪一下扇了一巴掌。把你嘴给我放干净一点，再骂骂咧咧的，我管你们是不是一家，该打你还打你。他说的是真的吗？女人听到王大妮这么问，艰难地点了一下头。你看见了，他都承认我们是一家子了，就是你们多管闲事，这没你们的事，赶紧拿来回拿去，别多管闲事。王大妮一看，真的是人家里的事，自然也不好多过，拉着曹若曦准备走人。你想好了，需不需要我帮忙？我们走了，可就没人帮你了。他们要把我的孩子送人，求你帮帮我。你他妈的闭嘴！
一个赔钱货，这灾荒年你养着他干什么？大人都吃不起饭了，你还能喂饱一个孩子怎么着？说着，一个箭步就冲过去，想打女人，却被曹若曦上前挡着了。不，这孩子不是他的，是我和他哥的。他只是我小叔子，想偷偷把孩子送给隔壁村一户人家，人家答应给30。二狗子，我和你哥平时对你不好吗？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们？那可是你的亲侄女啊！你以为我哥不知道这事？这事就是我哥提议的，要不然我一个隔房小叔子哪有胆量拿你们家孩子？男人语气认真，听起来一点也不像假话。抱孩子的女人顿时就傻了。不可能，你哥不可能这么对我，那是他的亲骨肉啊，一定是你骗我。若说刚才还是迷茫的话，现在就是彻底的绝望。有什么不可能的？老太太现在病得厉害，拿着孩子送人了，正好人家能给点钱救老太太命，那可是咱亲娘从小把咱养到大，在我哥那里还抵不过一个没长成的闺女。我的病不用你们管。男人话还没说完，就被一个老太太的声音打断了。曹若曦循声看过去，一老太太和一个男的走了过来。娘，您这话说的，您的病我们不管谁来管？您一个人辛辛苦苦的把我们拉扯到这么大，才得了这一身子的病，现在您身子不好了，我们怎么能不管你？他们也是无奈啊，要是有钱给老太太治病，他们也不会把女儿送人，人家答应不点钱。就算我的命没了，也不需要拿自己孙女的命来换。娘，你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您别着急，我不把闺女送人了，都是我的错。老大媳妇，是我们老钱家对不起你，你要怪就怪娘没教好他们俩。娘和你保证，这种事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好了，咱们回家吧。话落，他转头看向曹若曦，一脸郑重的道了谢。小姑娘，今天真是多谢你了。老太太我没别的长处，却对厨上的事比较熟悉。要是小姑娘你不嫌弃，今晚就来我家。老太太，我给你们炖鸡汤。我弟亲娘嘞，咱们家就一只老母鸡，还留着下蛋呢，杀了可就没了。曹若曦看着一脸真诚的老太太，大娘，你做饭很好吃吗？这年景材料不足，我做出来的东西不敢说是山珍海味，却也能比一般人家做出来的美味数倍。我婆婆年轻的时候做10几年厨娘，手艺绝对没得说。那大娘，你收徒弟吗？小姑娘，你想学吗？不是我，是我大嫂，她就想学着厨艺。你老要是真的做的一手好菜，又愿意教她，你看病的钱就由我们家出了，就当是谢师礼。那行，今晚上你带着你大嫂来我家喝鸡汤。小姑娘要是满意我这手艺，那咱们这事就这么定了。曹若曦回到家，曹二哥乐呵呵的就迎上了曹若曦和王大妮几人。啥事能让你开心成这样？娘，刚才村长来找咱们家了。他来咱们家干什么？大概是家家户户的肉都快吃完了。厉害，不愧是我们家能上山打野猪的若曦，被你猜得一清二楚。王大妮一听他这么说，立刻就生气了。这群人还要不要脸了？前2天不愿意给我们家若曦公分的时候，怎么不吱声？现在没吃的了，倒想起我们家若曦了，这脸呢？他们也好意思？他们确实挺不好意思的，这不就把村长推出来了吗？这些真的是脸皮厚啊，太不要脸了。本来就是，咱那村长你也不是不知道，就是一个和稀泥。这不，大家都快把吃的吃没了，想让咱家上山，咱家又不乐意的时候，可不就上咱家来和泥来了吗？那你咋答复的呀？我说我们家若曦被气病了，一时半会儿好不了。村长就跟我说，今天早上有人看见咱家若曦去赶集了。这回见过尴尬的，没见过这么尴尬的，让人当场抓包。那你咋说的呀？我直接跟他说，若曦去集市上是去抓药的，也总不能都快让人气死了，还不让人去看病吧？若曦这是你咋想的？当时有10几户人家吵吵不给我那么多个公分，就不给他们加份肉呗。在这年景里吃不上饭，就是对人最大的惩罚。好，咱家若曦这主意好，到时候气死何老太太。他到现在还记得魏大牛他娘那副嘴脸，要是当时媳妇不拉着他非去挠花了他的脸不可。那行，这几天你就先在家里养病吧，别那么早答应他们，时间长了他们才会着急，这事也就好谈。谁还没个脾气呢？曹若曦也是那么想的，自然点头同意。傍晚时分，曹若曦带着曹大嫂在老钱家拜完师，临走时把带来的肉都给老钱家。不行，这太贵重了，快拿回去。我叫你们晚上来吃饭，是为了答谢你的，怎么还能拿这么贵重的回礼？那行吧，大娘，今天这收徒成功，这肉您留着明天做一桌好的，我们明天过来也一起乐呵乐呵。那感情好，若曦，明天我就在家等着你了。临走前，曹若曦给了老太太50块钱，让她去治病。老太太嫌多，不想要。
这世界上没什么是比身体更重要的，活着才能想以后。老太太把钱收了之后，曹若曦走了。回家这一路都乐呵呵的。村长早上来曹家找曹若曦，直接被曹家拒绝，灰溜溜的就走了，只能回去和其他人商量这事。村长把人聚集在打谷场，和众人一说，那天顶撞过曹若曦的10几户人家立刻就不干了，一个个急赤白脸的。村长，这种有碍村民内部和谐的事，咱们村可不能干啊！凭什么他们有，我们家没有？对呀，村长，咱们这的一视同仁，要有都有，要没有都没有。曹若曦要是真心不想去打猎，那就别去，叫江家小子去。村长，你可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啊，绝对不能歧视我们。村长抬头瞥了一眼他们几家，你们要是当时嘴不欠，现在哪有现在的事吗？人家江家小子已经和我说得很清楚了，他和曹家小闺女上山，出力大的是曹家小闺女。上次他上山被野猪围攻，他这回不敢自己上山。这个罪魁祸首不是魏家老太太吗？要不然让她去曹家给若曦赔个礼，道个歉。现在老曹家和老魏家那关系搞得跟阶级敌人似的，你让魏家老太太给曹家人道歉，你想啥呢？众人也纷纷附和。此时突然有个声音插入进来，你们即便想找魏家老太太去道歉，估计现在人家也没功夫。半个小时之前，我看见公安同志把魏老爹带走了，魏老太太正坐在院子里哭嚎呢，哪有空管你？这年代消息都闭塞，也没有什么大事新鲜事，冷不丁出来一个村里有人被公安带走这种大事，乡亲们立刻就沸腾了。因为啥呀？咋把人还带走了呢？魏大牛他爹是犯毛病了吗？还能不能出来啊？是啊，你刚才听没听到怎么说的呀？公安可都是好同志，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抓别人？是不是因为魏老爹犯了什么事？本来我觉得魏家那小子抛弃未婚妻就够缺德的了，没想到他们家老的更厉害，直接干到公安局去了。一会儿回去，我得问问怎么回事。好了，大家都别说他家的糟心事了，先想想怎么让曹家闺女给咱们打点吃的回来吧。我们家肉都吃没了，再不弄点吃的都挺不到明天了。魏家这边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曹家。王大妮一听这结果，心里一咯噔，脸色都不好看。娘，你这怎么了？看来你爹是真的让魏家老头子杀的呀！娘这么多年居然都没给你爹报仇，娘对不起你爹呀！曹若曦听得一头雾水。不是刚把人带走吗？娘，你怎么知道是他干的？这都把人抓走了，可不就是证实了是他了吗？若曦呀，都是我害了你啊，差点就让你嫁过去，认贼作父啊！娘，公安把当事人找去，也未必就是直接判定那人有罪，说不定就是先找人问问，到时候看看调查结果是什么样就知道了。曹若曦和王大妮两人正在屋子里唠嗑，就听见有人疯狂地敲曹家门。谁呀？不会好好敲门吗？你们老曹家丧尽天良，居然去局子里面去告我们家男人的黑状，你们不得好死！这声音一出，曹家人就都知道来的人到底是谁了。王大妮出来看到何大花，根本就不用跟别人商量，直接站出来和老太太激情对骂。这俩人骂人挑出来的话根本荤素不忌，听得魏大牛都频繁皱眉，有些听不下去了。魏大牛把何大花带回家了，这是急了，气急败坏了。平时也没看魏大牛能有那么大力气，所以直接把他娘拖回家呀。现在知道来咱家会挨揍，反应倒是比以前快多了。以后在咱们家不许再提起魏家人，听着就会气。魏老爹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这是在村里闹得沸沸扬扬，村里人说什么的都有，大家议论纷纷，魏家一片愁云惨雾。娘，我已经给大哥去信了，看看爹这边要是真有事，到时候咱家这边也好商量。你也去给舅舅去封信，让舅舅找找关系，看看能不能进去看看，咱也知道发生什么事，能让人心里也有个数。好，我现在就找人给你舅舅去信。话说完，就急急忙忙出去了。魏大牛心里想着，如果曹老根的事真的是他爹干的，那他们家以后就完了。目前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吧。没过2天，曹家人就被叫去了公安局。王大妮同志，您别紧张，今天叫您来，只是想问几个问题。你问吧，只要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只要我家孩子他爹的事能弄明白，比什么都强。好，今天叫你来，是想问一下你们家曹老根出事之前，家里是否有大额进账，或者家里是否多出许多东西？王大妮有些纳闷，公安为什么这么问？这好像和孩子他爹的死没啥关系啊。不过还是如实回答。孩子他爹也没往家里拿什么东西，最多就是3、5天从外面拎一只鸡回来，或者拎条鱼回来，别的也再没什么了。公安同志，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家老根是魏家那白眼猪杀的吗？案情现在还在调查中，我们不太方便和您透露。不过有一点，曹老根当时被叫上山，应该是早有预谋。
至于他的死因，我们还要继续追查下去。曹家人一听他这话，顿时就沉默了，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你再想一想，当时曹老根有没有跟你说过，他出去的那段时间去干什么了？或者是他见了什么人？你还有印象吗？或者那段时间有什么不寻常之处吗？我只记得孩子他爹跟我提了一嘴，说是和几个朋友一起出去了，回来之后孩子他爹消沉了好几天，再往后对魏老爹也就没那么热络了。后来要不是魏老爹说老根为了救他死了，为了照顾我们家要娶我们家闺女，对他一辈子好，我们两家也不可能再热络起来。公安点了点头，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之后又问了几个问题，便让曹家人走了。3天后，村长就上门来跟曹若曦说，村里人想让他上山继续打猎，公分照着他说的给。曹若曦也没说什么，准备明天就带着江李明山上。路上，曹若曦想着江李明毕竟当过兵，问专业的人就比自己傻猜想，于是有意无意的提起了曹老根的事。你说我爹会不会是为大牛他爹谋财害命杀的吗？这不好说，不过要是真的因为大笔财产，那边有了动机。不过你最近可以盯紧一点魏家人。你是说他家里人知道这事吗？家里人现在应该是不知道，毕竟要是家里人知道，魏大牛就算再傻，也不可能眼睁睁的让你去公安局报案，也不给你换工作。明明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换，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你让我盯着他们家是什么意思呢？总得有个指向性啊，要不然他家那么多人，我一个人盯他家那么多人怎么盯得过来？咱们假设真的是他对你爹谋财害命，那总得把财谋到手里。以何大花的性格，家里有东西他不可能藏得住。魏老爹家里人都不知道这东西，也就是说只有他知道藏在哪。曹若曦听他这么一分析，瞬间秒懂。你是说魏大牛他爹会把藏东西的地址告诉魏家人，以方便给他疏通吗？我觉得魏老爹那人也就看着正直，实际上是个自私自利的人。为了救自己，他豁得出去。而且我听说魏大牛他哥是部队里的军官，魏大牛他舅舅是在省里当领导。你也好好想办法，赶紧把赵美云这个包袱扔了吧。要是魏家人真出事，赵美云第一个把他们撇得一干二净，到时候你这锅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接锅不可怕，可怕的是喜当爹。一想到腹黑的江李明，脑袋上都是一片青青草原。有的时候我真看不出来你是个小姑娘，真是什么话都敢说。站在这的也就是我，但凡换个村里其他人，你这名声也就不用要了。那你以后别把我当小姑娘，叫我小仙女好了。这些话我自然是不会和别人说，只会和你说。毕竟我这名声早就坏到不能再坏，咱俩说的这些话都传出去，人涉碎一地的是你，我这丝毫不受影响。曹若曦对自己现在的名声心里还有数，破罐子破摔的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行，小仙女说的都对，我等凡人回去以后就另做打算。他本来还想让这两人再纠缠一段时间，顺便吓一下这两人，出这股被人戴绿帽子的怨气。现在得赶紧解决赵美云了，晚了，说不定这包袱是真的甩不掉了。明天咱俩别上山了，我二哥木匠活好，我让他给咱们做个手推车，下回就放在这座山上，等咱们从别的山上打完猎物回来，往家走的时候也能更方便。行，那明天你让你哥亲手做手推车，做好了叫我就行。我这2天把赵美云的事解决了。你要是需要我帮忙，就直接跟我说就行，别客气。江李明看着曹若曦一副幸灾乐祸、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样子，他就无语。两人回到村子以后，把猎物扔给大队长算分，一人拎了一只野鸡回家。途中，江李明突然停止脚步，一脸开心地看向曹若曦。我觉得赵美云过段时间就能安下心来嫁给我了。这时看到魏大牛面色难看的拿着锄头走了过来，曹若曦瞬间了然，原来江李明是要他配合演戏给魏大牛看，气死他。那可真是恭喜你了，他魏大牛就该人财两空，他背叛我的那一天就应该想到有一天被别人背叛，真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该。说着还故意一脸怜悯地看向江李明，反正演戏的演逼真点，不能让魏大牛看出来破绽。要我说，你也别跟赵美云凑合到一块，能跟魏大牛那种狗东西混在一起的，能是什么样的好东西？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他一块玩的都是三观相同的不要脸。你别这么说，无论赵美云什么样，她都是我的未婚妻。前2天她家里人还写信来，让我们2个把这亲事给定下。我跟赵美云说了，她只是红着脸害羞，并没有反对。我们2个的事应该尽了。赵美云他们家确实给我写信了，只不过信里说粮食不足，想让我帮着整点粮食，缓解一下家里吃饭问题。我当时就把这事当成笑话一样看，自家闺女在村子里给我搞3搞4，还想让我搭粮食，这家人怎么想的呢？脸真的。你俩要真结婚，千万别叫我，喜糖也别给我，
我怕那喜糖齁死我。不远处的村民听到他这话，全都捂嘴偷笑。只有魏大牛手死死地攥着锄头，现在他爹还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不敢惹曹若曦，只好忍气吞声，转身走了。曹若曦看他走了，他要是早有着忍耐的能力，哪会出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非得把自己爹扔进去才能消停点。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不都还是你添的吗？魏大队长是个孝子，也不容易。可不是吗？给他爹送进去公吃公住，专业人员看管作息规律的地方，能不是大孝子吗？江李明听了他这话，二话不说，转身就走。不行了，再跟这小姑娘待下去，他怕他一直以来维持的形象保持不住。魏大牛家，娘，我舅舅说我爹摊上的事，虽然有点麻烦，能救，不过太困难了，得花一大笔钱疏通关系。魏大牛想着是不是他舅舅就知道他家拿不出来，所以故意那么说的，想让他们知难而退，还不想背上，不想帮他家的骂名。我们庄家人一年到头也攒不下来多少钱，我要是能救还是得救，毕竟老头子要是出不来，会影响你们的前程。你就说多少钱？3000。啥？多少？你舅舅简直是疯了，不然怎么可能开口要出来这么高的价格？我们家什么情况，他又不是不清楚。娘，你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你舅是不是得了失心疯？就这数字，他也敢跟咱们说出来？咱家里啥情况，他不知道吗？咱拿啥给呀？魏大牛仔细地盯着魏母的表情，觉得他并没有骗人，这才继续道：我就说，问问你这有没有钱？要是你这没有，可以去问我爹，他要是想自救，肯定有钱。娘，都到这时候，你跟我说句实话吧，我爹到底给没给你大笔的票子，或者是东西？魏母一脸委屈说道：你爹什么时候给我大笔的票子了？又想到他哥不会无的放矢，既然能说出来，让他们去找孩子他爹，那孩子他爹肯定能拿出来这笔钱。好啊，那老家伙居然敢背着我藏了那么多票子，这老东西的还说所有的票子都在我这呢，结果全都是骗我的。等他出来，我一定跟他没完。娘，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得先把我爹捞出来。我明天去公安局看看，或者让我舅安排我和我爹见一面，看看他怎么想的。他爹虽然腹黑了点，可也是个以命为重的人，估计到时候肯定是让他取票子救他。那行，就按你说的办吧，咱快点把你爹弄出来，让他把所有的票子都充公，不然以后指不定养了哪个小妖精了。魏大牛自己也有自己的想法，敷衍的对魏母点了点头，和他就联系过以后，第二天一早就可以去看望他爹。魏老爹就知道他那贪心的大舅子会为了那些票子，肯定叫他儿子会来联系他的。爹，你在里面还好吗？看你憔悴这么多，怎么不好好吃东西？我跟娘给你送了米的。那里面什么人都有，有的时候吵得睡不着。是有人欺负你了吗？你告诉我，我去和公安说，这种霸凌的事不能忍，一旦忍了，他们就觉得你好欺负，下次就可着软柿子捏。那都不重要了，说吧，你大舅怎么说？魏大牛见自家爹心里这么有数，看来他爹手里是真的有钱呢，不然不会这么爽快。我大舅说3000块能把您弄出去。需要这么多吗？魏大牛见自己提到3000块，自家爹并没有感到绝望的时候，对那笔财产的数目有了新的认知。舅舅说这件事涉及有点复杂，需要打点的地方不少，3000块都是往低了说的。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需要那么多钱才能把你弄出来？爹，曹老根真的是你干掉的吗？这事你不用管，先把我弄出去再说。我娘说家里没有那么多票子，爹，你手里有吗？魏老爹现在自己出不去，所有的事都得委托魏大牛，于是也不跟他藏着掖着，就把藏东西地方告诉了魏大牛。我刚刚告诉你的地方，你到时候上那去往地下挖。我当时把东西分散着埋了几个地方，那是其中一个。到时候你把票子给你舅舅，先把我弄出去再说。魏老爹他早就防着有这么一天会东窗事发，早就把事都想好了。无论是谁，只要想要他的票子，那就得把他放出去，才能放长线钓大鱼。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曹若曦尾随着魏大牛来到山上，躲在不远处看着魏大牛挖了大半天，挖出一个小盒子，然后魏大牛打开盒子后，入眼的就是很多票子，就把箱子拿着下山了。可让曹若曦想不到的是，魏大牛竟然来找赵美云，然后就开始对赵美云洗脑式的忽悠，说这事原来祖上就给他留下了资产。大牛哥，祖上给你留下来票子是好事，可现在这年景，家里有点东西的都是过错，你不应该跟我说的。美云，你是我未来媳妇，我不跟你说跟谁说？说着，他把手里的300块递给赵美云，接着又开始忽悠赵美云。这次我爹的事，只要我舅舅在，我爹肯定没事。我爹走之前说了，这钱是给我未来媳妇的聘礼，就是不知道美云，你愿不愿意嫁给我？反正就他爹的钱还够，先把媳妇定下来再说。
赵美云听到魏大牛说这是娶她的聘礼，心下顿时大喜。她没想到魏大牛对她居然这么大方。大牛哥，即便没有这钱，我也是愿意的。可是你也知道我娘家都是些什么人，这些钱给了我娘家，也是被我爹拿去赌。更何况咱们两个在一起，以后就有了自己的小家。赵美云这话立刻正中她的下怀，她想着先提钱给赵美云，再等着赵美云带着这些钱嫁进她家门，那这钱不等于还是她家的吗？赵美云，我娶的是你，不是你全家。到时候这聘礼我直接给你，怎么和你家里人说，他们能同意，都交给你来。你看这样怎么样？好，我都听大牛哥的。所以美云，你愿意现在答应嫁给我吗？她根本不想现在答应魏大牛，最起码要等着他爹出来再说。可是你爹现在还在里面，我们两个现在就定亲，不好吧？肯定会有许多人在咱们后面说嘴，我不想败坏大牛哥你的名声。可魏大牛这次来就是为了把这事敲下来，省着媳妇飞了。美云，我爹的事你不要操心，有我舅舅呢，我真心想娶美云你。如果我们两个现在定下来，日后也不会有其他的差池。好，大牛哥，我答应你。然后两个人就钻进小树林里面去了。曹若曦在不远处看得目瞪口呆，接着听着远处传来的不太和谐的声音，曹若曦赶紧走人。曹若曦一路风驰电掣的来到江李明家门口。江李明，快出来，找你有事，晚了就来不及了。江李明听到曹若曦叫唤，赶紧从屋里出来。一早上你着急忙慌的干嘛呢？快点，你再不快点，要是魏大牛不行，就看不到好戏了。江李明被他说的一头雾水。接着曹若曦把魏大牛和赵美云两个人钻小树林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江李明。江李明与曹若曦两人来到小树林。你不去打算捉奸吗？之前你刺激魏大牛，不就是为了让他趁早动手吗？现在你直接冲过去捉奸，你俩婚事自然就解除了。别告诉我，都到了这时候了，你还想给赵美云和魏大牛留面子吧？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戏都摆在那了，这么热闹的事就我们两个人看，多可惜。我们再去叫些人来。开始我还以为你善良呢，看来是我想太多，果然还得是你。到了村子的边缘，已经能看见稀稀落落的人拿着铁锹等着上工了。快快快，再不快点，魏大牛说不定就完事了。叫人去也不是你这么叫的，背后举报自己前未婚夫与我未婚妻苟且，有报复的嫌疑，不是一个正直豁达的人该做的。这种时候就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江李明突然蹲下身，掐着嗓子大喊了一声：北山那边有野猪下来了，快抄家伙去打呀！他声音刚落，大家就往北山方向走，到时候不就什么都看见了吗？赵美云一个大姑娘干那档子事的时候，被一群男人围观，这以后还怎么有脸活下去？江李明，你够狠的呀！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身为一个新国家的大好青年，要对搞破鞋这种事，如秋风扫落叶一般狠绝。江李明他是真的狠绝，直接把事情公布于众，把自己放在被害者的位置，片叶不沾身，还把赵美云坑得死死的。果然没一会功夫，树林子那边就乱了起来，好多人吵吵把火的说话，声音太多，曹若曦听不太清，只能隐约听到：太不要脸了，搞破鞋，身为女同志怎么还这样？我们要过去吗？这时候我过去干什么？多刻意！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我现在得先回家去，一会就有好心人会去找我捉奸了。毕竟这年头愿意看热闹不怕事大的人多。曹若曦走到之前，发现魏大牛和赵美云地方，就发现那里围了里很多人，大家都对中间的人指指点点。原来曹家小姑娘说这俩人搞破鞋，我还不相信，现在一看可算是见着不要脸的了。赵知青和江家小子的婚约还没解除吧？这怎么就跟别人搞上了呢？能怎么回事？不要脸呗！自己身上有婚约，还去勾引别的男人，把人家男人的婚约也给搅黄了。原来觉得曹家小闺女挺霸道的，自己解除婚约以后就见不得魏大牛好，总在背后说他坏话。现在看来，人家根本不是在说坏话，是早就发现这两人搞破鞋。呸，不要脸！赵美云觉得自己简直太丢人了，她以后的名声可怎么办？早知道就不答应魏大牛了。魏家三小子，这事影响太不好了，你不给个交代，这人多嘴杂的，要是传到别的村里，我们村里的这些人还要不要出去见人了？是啊，还大队长呢，你这是起的什么带头作用？整得我们村里乌烟瘴气的，干什么事回家不好吗？你占便宜的事和大花那么爱占便宜，还能不乐意？就他这样的，还当什么大队长？换个人都能比他强。乱搞男女关系，他们两个都得挨批。呸！真丢我们知青院的脸。各位父老乡亲，有什么事咱们之后再说，我家就在那里，又跑不了，就让我们先回家吧。没一会功夫，有村里媳妇去请来了江李明。李明，我跟你说，这种不安于世的姑娘绝对不能要，你也不用太伤心。得亏是婚前发现她是个破鞋，这要是婚后发现了，可怎么整？
婶子，别说了，是我们两个没缘分。反正强扭的瓜不甜，勉强在一起也不会有好结果。你消消气，别把身子气坏了。他抬头看向赵美云，然后假装伤心说道：“虽然我早就知道你不喜欢我，可没想到你会干出这种事。不过我不怪你，咱们两个的婚约就在全村人的见证下，那么断了吧。我们两个以后再没关系。”对不起，江大哥，是我对不起你，以后我们两个就做兄妹吧。可拉倒吧，指不定江李明有多不想跟你扯上关系呢。估计江李明心里都恶心够呛。还是不要了，以后我们两个不要有任何的关系。我不想再见到，想必你未来的老公见到我们两个还有来往，心里也不会舒服。我也要对我未来的媳妇负责，再见面就当陌生人吧。话落，不带一丝留恋，转身就走。曹若曦一看，这没他什么事了，悄咪咪的就从人群中退了出去。魏大牛一路顶着千难万阻，带着赵美云回到了自己家。结果刚一到门口，就见到他娘掐着腰站在门口。你这个不要脸的小贱蹄子，居然敢勾引我儿子！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嫌贫爱富，想攀上我儿子这个大队长，居然用这么下作的手段，看老娘今天不打死你！赵美云挨了魏母一巴掌后，直接后退躲到魏大牛身后。婶子，您别这么说，我和大牛哥是真心相爱的。大牛哥今天已经跟我求婚了，他真的也很爱我。此话一出，围观群众瞬间了然，这那是谁勾引谁呀？分明是两个狗男女互相勾的。你这个小贱蹄子，老娘今天不打死你！大牛，你让开，不要被这女人下作的手段骗了，敢这么坑你，娘今天一定要让她好看。魏大牛本来今天就觉得够丢人的了，结果又碰上他娘在门口这么一顿，又让村民们平白无故的看了一顿笑话。娘，你差不多得了。走上前就把何大花推了一下，带着赵美云头也不回的进了自己屋。站在原地的何大花一脸不可置信的站在原地。我的老天爷呀，这日子没法过了！狐狸精勾引我儿子，让我儿子打我呀！我不活了！众人见他说的可怜，也纷纷过来劝，心里对魏大牛和赵美云更看不上了些。魏大牛进屋以后，小心安抚了娇滴滴的赵美云。我大哥走了以后，他那屋一直没人住，知青院那边对你肯定不太友好，你先在这住下吧。我今晚去我大哥那屋住，你放心，事已至此，我肯定会对你负责任，我会说服我娘，尽快让你进门。那大牛哥，我等你好消息。魏大牛点了点头，没再多说什么，拿着装票子的盒子就去了他大哥的屋子。他得赶紧拿票子去救他爹。走到院子里，他就见到了坐在地上哭得要死要活的何大欢。娘，地上那么凉，你坐在地上干什么？快点起来，我爹让我挖的东西都在这呢，咱家赶紧想想办法把人救出来。原本还在哭天抢地的何大花听了他的话，直接站起来带着儿子走人。到屋子里以后，魏大牛满心欢喜对着何大花把小箱子打开，结果看到盒子里面票子变成了石头。没了，怎么票子怎么可能没了呢？他突然抬头看向他娘，我刚才走的那段时间，有谁来过咱们家？没谁来呀。你刚才说什么？那里面是票子。娘，你小点声，怕别人不知道我们家里有票子吗？喊也白喊，现在哪有票子了？事已至此，我们再说别的也没有用了，现在最主要的是弄到票子，把我爹给救出来。他原本想着这里面这么多票子，给赵美云300块当聘礼也没什么，可谁能想到他只是一出门票子就没了呢？那你说咋整？我大舅明天就要钱了，咱们不能给他拖延时间，我一会再去找我爹一趟，看看他还有没有其他藏票子的地方。虽然他爹上次没明说，但那隐晦的含义很明显，肯定还有票子没拿出来。对，你说的对，快去吧。魏大牛一面往外走，一面嘱咐道：票子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变成石头，肯定是有人偷换了咱们的票子。娘，你去左邻右舍问一问，看看有没有人看见刚才谁来咱们家了，到时候咱们抓到小偷，绝对让他好看。魏大牛做梦都想不到，是曹若曦趁他和赵美云还在外面的时候，偷偷溜进来，把票子换成石头的。行，那你快点去。魏大牛一脸焦急的出门，准备去县里看他爹去。而就在此时，一帮正义感特别强的村民堵在村长家门口，嚷嚷着要严肃处理魏大牛和赵美云的事。村长，你是一村之长，可不能放任这种事发生啊！是啊，魏大牛和赵美云太不像话了，大白天的就在林子里干那档子事，简直恶心死了，必须严肃处理。就是的呀，村长，他们俩人必须严肃处理，让他们接受处罚。村长根本就不敢出门，心里暗叫苦，他这遇到的都是什么事啊？魏大牛上面有靠山，是他这个闲散村长想撤就能撤的吗？看你那点子出息，没见过你这么窝囊的村长。村长一听他这么说，立刻就不愿意了。你这婆子怎么说话呢？我这不也是怕大家起矛盾吗？
人家曹家小闺女拿着证据去公社都没把魏大牛怎么样，我这出去说2句就好使了。到时候承诺完了，又把人弄不下去，我不更丢人？你知道你这么多年为什么活得这么委屈吗？因为啥？还不是因为这些年你把不应该你承受的委屈全承受了，最后却啥子好处都没得到吗？人家老魏家背后有靠山，说出来影响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该是谁的事就是谁的事，你替人家魏大牛隐瞒着，他这么多年记你的好了吗？活该。村长老伴说完这话就回厨房，村长突然就觉得他媳妇说的有道理啊，再一低头就发现自己中午饭拿走了。哎，你把粥拿走了，我喝啥？喝西北风，那玩意顺溜不塞牙。头回听说有人为了不塞牙喝西北风的。觉得自己老伴一语惊醒梦中人，他现在浑身都透着舒畅，乐呵呵地向门口走去。吃力不讨好，我就不吃力了。曹若曦从山上回来，就瞧见魏大牛他拿着铁锹往山上去的方向，这果然又去找了他爹问其他箱子的地方了。可惜了，都被曹若曦刚刚在山上全部把里面的票子全都拿走，把石头装进箱子又埋回原处。村长刚一露面就被村民们给围上了，村民们七嘴八舌的嚷嚷，好像要把他吃了一样。村长连忙双手高举，大家都静一静啊，听我说。村长虽然常年和稀泥，可毕竟是村长，我身为村长就相当于一个摆设，你们说我能管得了谁？人家曹家小姑娘之前去公社里告都没告明白，你们现在围着我家，我能怎么办？我也没那后台把人从大队长上薅下来啊。村长，你这话什么意思？是说魏大牛有后台，所以才下不去的吗？这怎么能行？还有天理了吗？这是欺压咱们老百姓啊！不行，我还是要去公社说一说。你没听村长说吗？人家曹家小闺女都已经去公社找过了，不也一样，啥都没有。曹家人一个个的那么厉害，都没整出个名堂来。你说你去了有什么用？那你说怎么办？既然公社管不了，那我们就去报公安吧。这俩人搞破鞋，让咱们这么多人撞到，他还能不承认不成？行，我们去告他。村长看见这帮人义愤填膺，可苗头却再也不是冲着自己，心里就像3伏天吃了半个冰西瓜，整个人都舒畅了。曹若曦没心情去看魏大牛干白工，乐呵呵的就回家了。臭丫头，谁叫你这么晚回家的？这都几点了呀？你还知道回来？你这个不省心的闺女，害我担心。娘，你担心啥？我那么大的人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你就知道嘴贫，这么晚才回来，你干什么去了？曹若曦跟当小偷一样，满脸兴奋，把刚刚在山上拿石头换掉票子事情都一五一十告诉了曹母。山上的魏大牛怀疑人生，他爹今天说藏票子位置，他都挖了一遍，结果里面全部装了石头。他万万想不到，是曹若曦在他上山前把所有票子全部换成了石头埋回原处。难道曹若曦他爹还活着吗？可是活着，他为什么不出现，还拿了里面票子往里面放石头呢？该不会真的是冤魂索命，用石头施解？魏大牛越想越害怕，赶紧下山，准备明天一早公安局一开门，他就去找他爹，问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天早上，魏大牛又去找了他爹，正如他所料，他爹明显是对他生疑了。魏大牛真冤呢！爹，你再好好想想，还有没有别的人知道那些东西在哪了？会不会有人故意换走，然后来吓唬咱的？魏老爹他现在满心思都觉得，就是自家小儿子贪得无厌，把票子全部贪了。大牛，我是你爹。爹，我是你一手教出来的，我平时怎么办事的，你不清楚吗？别说你是我爹，就算你不是我爹，我为了面子也不可能贪下你这些东西。魏大牛是真的很无奈，这事让他怎么解释得清楚呢？就算有人能换了山上的票子，可到了你手里的票子又怎么给人换出去的？难道真的有鬼不成？魏大牛没敢跟魏老爹说，他偷偷拿了里面300块给赵美云做聘礼，而现在赵美云手里那票子还在，丢了的只是他手里的那盒。魏大牛没有票子就他爹了，便打起了赵美云手里那便宜的主意，肯定是不能明目张胆的去要，到底要怎么样要才合适呢？美云，我能不能和你商量点事？我最近手头紧，我得想办法凑票子救我爹出来，你看你能不能先把我那天给你聘礼给我还回来先？难不成魏大牛两母子想把这聘礼要回去？我为了这300块，如今连名声都没了。这俩人把他当成什么了？可以白睡的傻丫头吗？不行，我得找个借口搬回知青院住，不能再待在这里了。我在知青院那里还有好多平常用的东西，太长时间不回去也不方便。今天我就和大娘还有大牛说一声，我明天就要回知青院了。母子2人听他这么说，脸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这300块还没到手呢，怎么能让人走了呢？是在我们家哪里住的不习惯了吗？你早晚要嫁过来的，要是有什么不习惯的，尽管说出来，我们可以好好布置。是啊，
这怎么还能回去住呢？你和大牛都那样了，你还怎么回知青院？接人不接短，这老太太说的是人话吗？可他心里又怕何大花不管不顾，直接抢了他的300块。我都已经是大牛的人了，早晚要嫁过来。而且发生了那种事，是出于我和大牛的真心相爱和情不自禁，是没有办法的事，我总不能一辈子都不见其他人。说着，他抬起头，一脸认真地看着二人。我选择认真面对。魏大牛想着，要是他爹如果真的出不来了，他和赵美云这事能不能成还是个未知数，所以他得想办法把聘礼要回来。赵美云真的要回去了吗？过段时间，等我爹回来以后，咱俩成亲之前，你再走也来得及。还是不了，我一个大姑娘住在你家里，你家里还有其他的哥哥，咱俩现在也没有一个名分，我就这么住在这里，对咱俩的名声都不好。赵美云本以为魏大牛还会强留，结果却见他爽快地答应了。你要走了，我们以后就不能朝夕相处了，我也挺不舍的。不如这样，晚上让娘给你做点好吃的，你吃完了这顿好的再走，就当给你践行了。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赵美云觉得再强行想走，反而显得突兀。她想着只要自己多注意一些就没事，点头答应了。曹若曦带着大妞和大宝在院子里给曹二哥做监工。二哥，造车还得画图纸，太麻烦了。你先把这些木板钉成浴桶吧，给家里人一人做一个，晚上咱家人都好好洗洗澡。你洗个澡用那么好的木板做什么呀？不是说这些木板拿来做车省得扎屁股吗？再说全家人用一个也够了，做那么多个做什么？他觉得他妹妹就是在调戏他。没条件的时候大家凑合，现在家里有这个条件了，大家为什么要凑合？曹二哥被自家妹子对他不敢说话，他觉得凑合完全没问题啊。大妞，你看着你爹，让他好好干活，要是敢偷懒，一会儿我回来你就告诉小姑，小姑让你大伯母给你做好吃的。小姑放心，我绝对完成你交的任务。曹若曦点点头，一脸欣慰地看着这个小吃货。小姑相信你。曹若曦一路来到江李明家，这人和他一样，在村子里是个无业游民，即便别人都去上工，他肯定也在家。小仙女找我有事吗？你能弄到缝纫机吗？江李明想着，这年头缝纫机可是稀罕货，有钱都买不到。你要它干什么？曹若曦用看智障的眼神看着江李明。缝东西啊，缝纫机不是缝东西的，难道还能用来做饭吗？咱村里没有缝纫机吧？你从哪听来的？我没见过，但你前未婚妻见过呀，就是他跟我说的，要不你去问问他。曹若曦掐准了江李明，现在怕被赵美云给粘上，肯定不会上门去问。你和赵美云没好到可以聊缝纫机这种先进的话题，肯定是你前未婚夫告诉你的吧？你前未婚夫那时候对你真体贴。两人相眼对望一会，而是诡异的沉默了片刻。就不能好好说话，不互相埋汰吗？行吧，我过2天给你弄回来，找个晚上我给你送过去。这东西在村里太显眼了，东西得走明路，不然以后用它都得藏着掖着，反而显得心虚，让别人找麻烦。他可没忘了自己家差点把魏家整得妻离子散。魏老爹这件事过去以后，魏大牛能放过他们家才有鬼。那你想怎么说？这东西即便有票也要130块左右，可不便宜。到时候你要是不想把挖人参的事抖露出去，最好的先想个由头。曹若曦突然想起昨天家里人唠嗑，提起他便宜爹有个妹妹，从小就被抱养了出去，那家人条件还不错。曹若曦觉得此事非常适合无中生姑，就说是我小姑姑给我们家买的吧，反正她现在和我们跨好几个省呢，大杨村不可能有人闲得上那儿去问，就算有人那么闲，也没有人那么有钱。行，这2天我就给你弄回来。得到了满意的回答，转身就走，连多寒暄一句都没有。江李明无奈的摇头，转身回了屋子。何大花一想到下午他和魏大牛在赵美云房间翻了半天，结果什么都没发现，心里就窝火。娘，要不我们想想别的办法。都事到如今了，你想退缩也没地方退了。难道真的不救你爹？你都这么大了，得分得清事情的轻重缓急。你爹要是出不来，你们哥仨这辈子都完了。何大花火大，直接甩了一巴掌赵美云。何大娘，你干嘛呀？你为什么打我？何大花现在看见这小贱人，就气不打一处来，勾引他儿子不算，现在还要贪他家的票子。你把票子藏哪去了？什么票子啊？你还跟我装？当然是我们家大牛给你的票子，难道你自己家生票子吗？快把票子拿出来。都在床头柜里面呢，我还能夹在被子里啊？不可能，我今天下午已经翻过了，里面什么都没有。怎么可能没了？那是大牛给我的聘礼，到底是谁拿走了？哪有婆家人会不顾脸面挽回要媳妇聘礼的？我怎么会事先知道你想要那票子呢？赵美云这句话就像狠狠的一巴掌打到了魏大牛母子脸上，魏大牛觉得有些抬不起来头，
而何大花则是不堪被拆穿后的气急败坏。你这不要脸的小贱货！那票子本来就是从我们家出去的，我们家再要回来，有什么不对的？就你这残花败柳的身体，你觉得你值300块吗？娘，你这话说的也太难听。赵美云是和我在一起的，怎么就变成残花败柳了呢？娘把我当成了什么？看着一脸煞白的赵美云，心里一阵心疼，赶紧安慰说道：美云，娘没坏心思的，她只是着急，口不择言。你也知道，爹现在在里面急需用钱，可前2天家里招了贼，票子都被偷走了。现在咱们想救爹，就得花一部分钱。你先把你票子借我用用好吗？等爹出来，我还你。魏大牛说的话，可赵美云却一个字都不信。何大娘都搜过了，可却什么都没有。我确实是放在被子里了，难道我还能骗你不成？我也想快点把魏大叔救出来，我才能快点嫁过来。要是我手里真有票子，怎么会不帮你呢？抱歉，赵美云，我娘她就是太着急救我爹了，你别把她说的话放在心上。赵美云觉得这母子俩干的是太恶心，那票子可是她用自己的贞洁换来的，幸好她提前把票子埋在魏大牛家门口的草地里。大牛哥，我真的不知道票子去哪了，我没有拿，我好害怕你不要我。美云，我不会离开你的，你别担心了。即便赵美云把票子藏起来，又能怎么样呢？那毕竟是他给他的聘礼，本就应该属于他。5天后，魏大牛与赵美云进了局子，是村民们举报魏大牛搞破鞋。魏母把如何与曹若曦退婚，后面和赵美云事情经过告诉了魏大舅。糊涂啊！大牛是村子里的大队长，想让那姑娘和他退婚，有的是办法，随便找个人毁了那姑娘的名声不就好了？何苦让大牛承担这骂名？我何尝不是那么想的？我都上他们家门口去坏曹若曦名声了。可哥，你不知道他们家人多不是东西，根本就不留情面了，老曹家就没有一个要脸的人了。哥，你可得帮我呀！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救人最要紧。你那票子筹的怎么样？何大花一听哥哥问这话，把所有票子都变石头的事和他说了一遍，最后还反问道：哥，你说我家怎么就那么倒霉呢？家里人接二连三的出事，现在连票子都留不住，难道真的有人报复？这么明显的情况，一看就是被曹家盯上了，不然以前怎么从来就没出事？两家一闹掰了，什么都不顺心。那你现在想怎么办？如果没有票子，我肯定救不了妹夫。他那件事实在太大，你自己想好，什么决定我都听你的。我耐先见见他们俩吗？说不定还能有别的办法呢。魏舅舅看了一眼自家妹妹，自然知道她打了什么主意，不过他私心里也是赞成的。有票子不赚是傻子，谁和票子有仇？何大花刚刚去看了魏老头，虽然在心中已经决定了要先救自己男人，可是去看魏大牛的时候什么都没说。对了，你舅舅说让你和村民们说一声，你引咎辞职，以后不当这个大队长了，这样你舅舅也好运作一些。魏大牛听到他娘的话，不可置信地看着何大花。舅舅让我引咎辞职，那我以后不是大队长了，之前又出了那档子事，别人要怎么看我，怎么看咱们家？官位再重要也没有人重要，可现在村民们咬着不放，你连这一关都过不了。除非什么？除非赵美云承认是他勾引你，你是被迫的，这样你就成了被害者，谁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了。不行，那赵美云这辈子不就毁了？顶了一个那么坏的名声，叫一个小姑娘以后怎么过活？她要什么名声？她接近你，挤走曹若曦，不就是为了扒上你，嫁进咱们家享受福窝窝吗？她都注定要嫁给咱们家了，只要咱家人不嫌弃，她名声好坏有什么干系？魏大牛觉得何大花说的有道理，全村人都知道他们俩的事，她不嫁给他还能嫁给谁？他肯定会同意的。何大花去见完魏大牛以后，又接着来见赵美云。何婶子，你找我有事吗？你以后想嫁到我们家吗？何大娘，你不想让我嫁给大牛吗？你觉得我会想让你这种心机深沉的女人进门吗？赵美云听到他这话，一点都不意外。果然何大花就不是个什么好人。不过你想要进门也不是不可以，虽然我不怎么喜欢你，但架不住大牛喜欢。我这个做娘的，怎么也不能逆了儿子的心意。赵美云一听他这么说，心下有些了然，这才是他这次来这的目的吧，绝对是有事要求的。说吧，你找我想做什么？明人不说暗话，我就干脆直接跟你说了吧。今天我找你来，是想让你把大牛从这件事里摘出去。你进了我们家的门以后，两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男人名声差了，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我自己名声差了，就对我有好处了吗？你这话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我不同意。你们别想把屎盆子扣在我脑袋上，真当我赵美云是好惹的吗？何大花听他这么说，不敢置信地看向他。
高声叫骂道：“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我绝对不会让你进魏家的门。”这你可说了不算。当天的事大家都看见了，只要魏大牛不对我负责，那就是对我耍流氓。到时候大不了大家一块死。你就不怕我把你这副真面目告诉大牛？那你尽管去说好了，看你儿子信不信。看这架势，赵美云这狠心的女人肯定不会答应的。她没必要还在这儿跟他唠闲嗑，转身就离开。何大花在回来路上经过河边，他一开车的时候，好像突然一滑，整个人淹死了。下午，曹若曦和江礼明上山打猎回来路上，我要去县里工作了。你之前一直不说，是为了不让赵美云知道。确实，我回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俩人有些不对了。这种给我戴绿帽子的媳妇自然不能要。而赵美云的性子，见到更好的选择，肯定会放弃魏大牛。我可不想被这样的女人缠上。当你的未婚妻真可怜。我们两家祖上是世交，纵使她有了喜欢的人，直接告诉我，我也可以把她当妹妹送嫁。可你看看她做的那些事，有哪一件不把我当傻子看了？算了，你都快走了，不讽刺你了。看在咱们俩一起上过山，一起打过猎，还一起偷偷倒买倒卖的份上，你可不可以帮我个忙？说吧，啥事？我娘性子比较软，容易被欺负。我马上走了，在村子里没有什么认识的人，能麻烦你照顾一下我娘吗？你不带她去？我娘有不能出村子的理由，她不愿意，我也不想逼她，可又放心不下，所以你能帮我这个忙吗？等我去了县里，你想要什么，你尽管和我说，我尽量满足你。放心，交给我了，保管把你娘养得白白胖胖的。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10日后，魏大牛这边却再一次迎来了探监的人。舅舅，我娘出什么事了？她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来？我怀疑你娘应该出事了。之前我去找过你爹，他的情绪很不稳定，非说你娘把所有的票子都卷走了，却不肯救他。是我们这弄不到票子，怪不得舅舅的。我娘这段时间也没来见我。舅舅，你那边可有什么我娘的线索吗？现在还没有找到人，不过有人说过，你娘来找你们父子俩的那天出门以后就上山了，就再也没有发现她的踪迹。你可知道你娘是去干什么了？如果知道原因的话，我们也可以顺着线索好找一些。魏大牛知道他娘上山的原因，心里有些纠结，他倒也不啰嗦，把所有的事都和魏舅舅说了。魏舅舅越听脸色越惊喜。我知道你和赵美云都没有什么坏心思，小孩子嘛，有时候过于冲动，情难控制自己也是正常。一会我就去打声招呼，让他们先把你们放出来再说。我当时按照爹所说的地方，确实找到了箱子，可是箱子里面却放着石头，我觉得可能是有人把这东西给换了。那舅舅若是上山找不到东西，也希望您别责怪外甥。大牛，你太多心了，你我永远都是旧生，这是永远都改变不了的。无论有没有，此事过后，舅舅都不会找你的麻烦。魏舅舅办事效率倒是快，当天下午就把事情解决了。最后的结果是，魏大牛和赵美云3个月之内成亲。曹若曦一个人悄咪咪地摸上了山，突然背后声音响起来：“你是谁？是他派你来了吗？”曹若曦转头看过去，就见一个陌生男人。他是谁？你别装了，一个女孩子怎么可能你一个人跑入深山？你回去吧，我什么都不会和你说的。你们想要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小姑娘，你长得很像我一个故人。谁？曹老根。你认识我爹？果然，是你未来公公派你来的。我有什么未来公公？男人只以为曹若曦是被戳穿了心事，不想把事都说出来，有些恨铁不成钢的道：“你这是认贼作父。你可知道那姓魏的对你爹都做了些什么？你现在要嫁给他儿子，可对得起你爹？你爹当年死的冤啊！我也被姓魏的骗上了山，并且把我圈禁在山上。他为什么要把你们带上山？难道他想把你们两个都弄死，之后独吞这笔财产？他确实是想把我们带上山，却不是为了弄死我们，而是想要独吞这笔财产。因为你爹当年因我而死，我是绝对不会拒绝你的任何要求的。魏大牛他爹这案子现在正在审，可问题在于现在根本没有人证。我听你的意思，知道的还挺多，要不然你跟我下山试一试，把你知道的都和公安同志说一遍，你不知道的他们自己会查。你这么说确实也有道理，可是我以前答应过别人，绝对不会对老魏不利。所以死掉的那些人就白死了。那我爹呢？我这个当闺女的，是不是应该有一些知情权？你父亲当时怕魏老头打那些东西的主意，不告诉他我们把东西放在了，被魏老头骗到山上以后，要求他交出所有的东西。是你爹当初为了救了我，一脚跌入山崖，再也没上来过。所以你要怎么偿还我爹的救命之恩？那娃子，
你说我该怎么办？曹若曦等的就是他这句话。去把当年的真相说出来，还我爹一个公道。你现在去不去公安局，魏大牛他爹都注定要下农场，只是时间问题。好，我跟你下山，先去公安局把事情说清楚。男人被曹若曦带下山，风风火火的就送进了公安局，盯着男人把事情都说了一遍，公安这边也结了案，才放曹若曦两人回家。2个月后，魏老爹事情已经查清楚了，也判了。赵美云觉得魏家已经不行，不能就这么嫁过去，于是就来到了江李明家。婶子，我求求你了，让我见见李明吧。我知道错了。不是我不让你见他，是他今天早上已经去县里上任了，你就算进来也见不着他呀。李明哥，你出来见见我吧，有话要和你说。这个时候，曹若曦来到了江李明家。赵美云，你能不能要点脸啊？前几天还给人戴绿帽子呢，今天就又找上门来。你是觉得天冷了，单层的绿帽子不够江李明戴，想给他整个双层的。曹若曦，怎么哪都有你？我这不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吗？你看人家都不愿意理你，你还总往人家身上贴，烦不烦人啊？这是我与江家的事，与你有什么关系？曹若曦，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多了吗？你和魏大牛睡到一起那天，人家老江家不就跟你撇开关系了吗？再说了，现在魏大牛他爹都要判死刑了，你不去安慰你们家魏大牛，跑到江家来做什么？不知道人家江家不待见你吗？这时魏大牛走了过来，魏大牛现在面对曹若曦感觉到很愧疚，他没想到曹若曦他爹居然是被他爹亲手杀的。曹若曦转身就要走。曹若曦，你恨我吗？魏大牛，你是不是没吃药？原本还一脸愧疚的魏大牛碰到曹若曦这对人的话，脸色立刻沉了下来。曹若曦扔下一对狗男女，让他独自